艾什利站在店門前質問：“你們在幹什麼？把我們趕走，就是為了在原址開一家一模一樣的店嗎？連菜單都跟我們的一樣，你們從一開始就打算偷走我們的食譜吧？”胖廚師攤開手回應道：“你在說什麼？我只是把市面上的食材重新組合了一下而已。難道蜂蜜檸檬和紙杯蛋糕是你發明的嗎？”他揮着手驅趕：“別為了這種誰都能想到的事，在這裡大吵大鬧，快滾出我的店！”母親拉住艾什利的衣袖，不安地問道：“艾什利，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”艾什利攥緊拳頭：“這太過分了！那個蜂蜜檸檬紙杯蛋糕配方是媽媽和姐姐花了10年心血才完善的，不僅被輕易偷走，現在我們還要流落街頭。”艾什利衝向人群大喊：“大家別被騙了，這家店是小偷，他們偷走了我們的配方。”路過的貴族女性問道：“這就是傳聞中那家著名的紙杯蛋糕店嗎？”另一人回應道：“听說非常好吃，真期待。”胖廚師在門口喊道：“现在請大家排好隊。”艾什利站在喧鬧的人群中，沒有人聽我說話，明明這裡有這麼多人。他眼眶含淚，真的沒有人願意幫我們嗎？原本平凡的街道瞬間被鮮花簇擁，變得華麗奪目。2排侍者與女僕整齊地站成一列，眾人齊聲喊道：“歡迎光臨，這裡就是正宗的蜂蜜檸檬紙杯蛋糕店。”胖廚師拽住侍者領口，憤怒地大聲質問：“你們是什麼人？在隔壁開一模一樣的店，到底有沒有商業道德？是想毀掉我的生意嗎？叫你們老板出來！”艾莉絲蒂娜不緊不慢走上前說道：“我就是老板，有什麼事嗎？需要我幫忙嗎？”艾什利看着眼前的人，难以置信地問道：“艾莉絲蒂娜小姐。”母親問道：“是你工作的公爵府裡的那位艾莉絲蒂娜嗎？”僅憑名字就家喻戶曉的存在，帝國的頭號公敵，報紙社交版的常客，所有派對的破壞者，被公爵家視為恐怖化身，被稱為毀滅帝國的惡女艾莉絲蒂娜·比安卡·羅森公主。然而一旦涉及到金錢，身為巨富公爵的獨生女，這位著名的女士最近獲得了一個全新的綽號。胖廚師上前說道：“聽着，這位小姐抄襲別人的店鋪風格，還掛上正宗的招牌，這太過分了！難道因為你是貴族，就能隨便偷走別人的創意嗎？”艾莉絲蒂娜展開折扇說道：“你在說什麼？我只是把市面上賣的材料重新組合了一下而已。難道蜂蜜檸檬還有紙杯蛋糕是你發明的嗎？這種誰都能想到的事，沒必要大驚小怪，別再妨礙我做生意了，快滾出去好嗎？”艾什利驚訝地說道：“什麼？”艾莉絲蒂娜大聲喊道：“艾什利！”艾什利驚慌地回應道：“對不起，該怎麼辦？”他看起来很生氣，我竟然在小姐面前笑出來，真是瘋了。艾什利低頭說道：“真的很抱歉，請原諒我。”艾莉絲蒂娜質問道：“你在求饒時知道自己錯在哪了嗎？你犯了非常嚴重的罪，竟然有這麼好的商機，你應該早點介紹給我。你的母親簡直是天使。”艾什利疑惑地問道：“您在說什麼？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”艾莉絲蒂娜冷哼一聲：“還沒清醒嗎？既然疏忽了女僕的職責，就必須接受懲罰。”他轉頭看向一旁，吩咐道：“管家，立刻讓這個女僕寫下保證書。”管家恭敬地回應道：“遵命，大小姐。”艾什利絕望地接過紙張，以這位大小姐的性格，肯定會讓我寫下賣身契，一輩子當她的奴隸。店裡的貸款還沒還清，這下該怎麼辦？我們家徹底完蛋了。他看清內容後愣在原地，這是產品合同。艾莉絲蒂娜微笑着說道：“你只需要負責生產，我會以高價收購，並幫你把它們全部賣掉。”艾什利有些遲疑地開口：“小姐。”艾莉絲蒂娜反問：“你有什麼不滿嗎？”艾什利說道：“這份合同對我們家確實有巨大的優勢，但是小姐似乎承擔了太多損失。”管家湊到艾什利耳邊說道：“小姐已經厭倦了購買奢侈品和珠寶，她只是想換個地方花錢。你一直陪在小姐身邊，難道還不明白嗎？快點配合她！”管家直起身子，拍手喊道：“各位，為了慶祝合同簽訂，皇家歌劇表演現在開始。今天凡是購買艾什利家族正宗蜂蜜檸檬紙杯蛋糕套餐的人，都將獲得一張抽獎券，头獎金額高達5000萬。”路人們瘋狂地湧向店門，這太瘋狂了！什麼樣的麵包店會有這種規模？把那些紙杯蛋糕都給我，這裡也要！直接拿走我的錢包吧！母親拉住艾什利問道：“艾什利，這裡到底發生了什麼？”艾什利一臉茫然地回應道：“我也不太清楚。購買建築的費用、內部裝修以及活動支出，即便只是粗略估算，也一定耗費了數十億。他竟然支付了所有費用嗎？這就是為什麼人們會那樣稱呼大小姐。百萬富翁解決師，聽說大小姐有奢侈的愛好，雖然總用在奇怪的地方，但沒想到受益人會是我。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個殘忍暴力的人，也許他並不是那種只讓人感到恐懼的人。”艾什利緊張地攥住衣領，輕聲問道：“大小姐，您做這些是為了幫我的家人嗎？”艾莉絲蒂娜轉過頭，眼神中帶着一絲不悅：“什麼？你現在是在誣陷我，說我在做善事嗎？”艾什利低頭鞠躬說道：“對不起，我竟然侮辱了您的名譽，請原諒我，我真的不明白。”艾莉絲蒂娜展開折扇說道：“現在問這些已經沒用了，因為你被邪惡的金融契約死死地束縛在我身邊，永遠無法被打破。這樣，你以後連殺我的念頭都不會有。我做這一切只有一個原因，為了逃避我被謀殺的命運。”艾莉絲蒂娜靠在灑滿玫瑰的浴池裡，輕抿紅酒。很好，今天又排除了一個嫌疑人，這讓我離活下去又近了一步。女僕走近問道：“小姐，今天的玫瑰浴您還滿意嗎？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很喜歡。我要的目錄帶來了嗎？”女僕遞過一本精美的冊子：“在這裡，小姐。”艾莉絲蒂娜翻開目錄，指着書頁說道：“從這裡到這裡，每種顏色都定一個。”女僕恭敬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小姐。”艾莉絲蒂娜晃動酒杯，雖然都是生存必需品，但購物確實解壓。這杯果酒的價值抵得上我以前1個月的工資。
僅僅是這幾樣浴室裝飾，就值一輛緊湊型轎車。這件衣服的價格抵得上我前世公寓的押金，腦子裡總是不自覺的冒出這種寒酸的計算。看來前世的我確實只是個平凡的小人物，過着勉強糊口的日子。唯一的樂趣就是讀那些推理小說。我本以為這是一部上流社會的推理小說，卻是一部記不清名字的奇幻言情。愛麗絲蒂娜就是那本書裡的惡意角色，她從小就深愛着皇太子，對方卻選擇了別人。皇太子選擇了女主角賽琳，那個集美貌與智慧於一身的女人。愛麗絲蒂娜被嫉妒蒙蔽，開始不斷欺凌和陷害賽琳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突然舉辦了一場茶會，請求赛琳的原諒。愛麗絲蒂娜說道：“賽琳，對之前的一切我很抱歉，讓我們喝下這杯和解之酒，把過去都忘掉吧。和解之酒是在神前起誓的神聖儀式。”賽琳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很樂意，愛麗絲蒂娜大人。”她欣然接受了邀請。提議和解的人先喝下一口，接受和解的人隨後喝下，儀式似乎正按部就班的進行。但是酒杯摔碎在地上，化為碎片。赛琳捂住喉嚨，痛苦地倒在地上。“救救我！”他突然表現出中毒症狀，在愛麗絲蒂娜面前倒下。多虧隨行的醫生，赛琳勉強保住了性命，但所有的懷疑都指向了愛麗絲蒂娜。圍觀者指着他喊道：“竟然在和解之杯裡下毒！亵瀆儀式的人該被處死！”愛麗絲蒂娜驚慌地喊道：“不是我做的。”雖然他確實不是兇手，但當時根本沒有人相信他。父親憤怒地斥責道：“真是奇恥大辱！你不僅是我的眼中釘，還讓家族蒙羞！”愛麗絲蒂娜哀求道：“父親！”父親轉過身下令，在法院判決下來前，把他關進別館。連親生父親也背棄了他。愛麗絲蒂娜深夜在書庫翻閱資料，這是一個陰謀。她試圖尋找證據揭開真相。身後突然傳來響動，愛麗絲蒂娜警覺地回頭，誰在那？淒厲的尖叫聲劃破了宅邸的寧靜。女僕驚恐地看着前方，愛麗絲蒂娜倒在血泊中，甚至還沒來得及證明自己的清白，就這樣迎來了神秘的死亡。前世的我興奮地說道：“是密室殺人案嗎？”作為推理小說迷，我曾執着於尋找愛麗絲蒂娜的兇手，但我突然發現，這不是推理小說，只是普通的羅曼史嗎？真是浪費時間。我忙着打工賺錢，書裡的家伙卻只顧着談戀愛。我的人生什麼時候才能開上奔馳呢？刺耳的剎車聲響起，強光瞬間吞噬了視線。直白點說，確實發生了一場意外，一個醉漢開着奔馳撞了過來，我以為那就是我的終點。耳邊傳來咒罵聲：“這是神罰，你應該做個好人。”愛麗絲蒂娜猛地睜開眼，大口喘着粗氣。這是哪裡？不是醫院，也不是斑馬線。女僕尖叫出聲：“愛麗絲蒂娜大人醒了，她竟然沒死！”愛麗絲蒂娜愣住，她剛才是在叫我嗎？仔細想想，這裡看起来很眼熟，簡直和小說裡別館的插畫一模一樣。她看向日曆，日期也是7月13日，那是被囚禁在別館的愛麗絲蒂娜被謀殺的日子。比起這些，鏡子裡的這張臉和我構想中的愛麗絲蒂娜完全一致。愛麗絲蒂娜雙手捧着臉，這一切太真實了，絕對不是夢。難道說我穿越到了言情小說裡，而且還是在惡女被謀殺之後？女僕們跪倒在地上哀求：“对不起，小姐，我們以為您的心臟停了，以為您已經去世了，請原諒我們的失言，請原諒我們這些愚蠢的僕人。”愛麗絲蒂娜看着鏡子裡的自己，在無數的小說中，我偏偏穿進了這本沒看完的，為什麼會活過來？難道是因為我的穿越導致原著的設定發生了改變？如果真是這樣，殺害愛麗絲蒂娜的人發現我還活着，難道不會再次殺掉我嗎？愛麗絲蒂娜臉色慘白，身體不住顫抖。女僕驚慌地扶住她，喊道：“小姐！”愛麗絲蒂娜按住額頭，冷靜一點，先一步步整理現狀。首先，我附身在了愛麗絲蒂娜身上；其次，有個身份不明的刺客想要我命。最这具身體的仇人實在太多，根本無法縮小嫌疑人的範圍。愛麗絲蒂娜拖着下巴，處刑的命運仍在等着我。這個反派注定要死嗎？剛復活就要前往下個世界，就像前世那場車禍一樣。他猛地拍向桌面，絕對不行。唯一值得慶幸的是，我記得所有的細節，甚至包括那些龍套角色，因為我曾把這本書當作推理小說來仔細閱讀。如果利用這些記憶，是不是就能縮小嫌疑人的範圍？愛麗絲蒂娜看着鏡中的自己，這輩子看起來還不錯吧？美貌驚人，還是帝國最大財閥的獨生女。好吧，我已經決定了，無論如何都要活下去，成為這裡的生存王者。首先要在兇手回來前離開這裡。愛麗絲蒂娜站起身，快步向外走去。女僕跟在身後問道：“小姐，您要去哪裡？”愛麗絲蒂娜頭也不回地回應道：“我要離開這裡。”女僕驚慌地喊道：“小姐，您現在還在禁足中，您絕对不能離開。”愛麗絲蒂娜沒有理會，伸手握住沉重的門把手。卡內爾公爵出現在眼前，愛麗絲蒂娜愣住，這個閃閃發光的人是誰？一旁的女僕驚呼道：“公爵大人！”愛麗絲蒂娜沉思着，如果是公爵的話，那就是愛麗絲蒂娜的父親。他看起來比想象中要年輕得多。帝國显赫的羅森家族現任家主卡內爾公爵，他曾因身體虛弱，飽受旁系親屬的威脅，但他最終克服逆境，成為了掌握絕對權力的首領。他的經歷就像是流行奇幻小說裡的男主角，雖然體弱多病，且不斷遭到旁系的暗算，直到愛麗絲蒂娜出現，徹底扭轉了這個故事的走向。咒罵、恐嚇，還有各種惡行，卡內爾公爵總是在替愛麗絲蒂娜收拾這些爛攤子，但這次他無能為力，因為這是企圖毒殺準皇太子妃重大事件。按照原著劇情，他現在應該已經發現了女兒的屍體。卡內爾公爵按着額頭說道：“不思悔改，反而用死這種謊言，把我叫到這裡來嗎？難道你真的要等上了斷頭台才會清醒過來嗎？”愛麗絲蒂娜看着他，必須先離開這裡，因為我的戰友情況已經徹底偏離了原著的軌道，就用那個吧。
他捂住胸口尖叫：“啊，我的心臟！這可是我磨練了20年、爐火純青的裝病演技。”女僕驚慌地扶住他：“小姐，您沒事吧？”艾莉絲蒂娜痛苦地喘息：“好痛，我喘不上氣了。”卡內爾公爵站在原地，露出困惑的神情。艾莉絲蒂娜思索着，他上鈎了，他現在一定很混亂。卡內爾公爵看向管家，吩咐道：“去叫醫生過來。”艾莉絲蒂娜低頭掩飾笑意，計劃成功了。趁現在確認一下，原著中提到的那個東西是否真的存在。她在衣服裡摸索着，指尖觸碰到硬物，找到了，這是艾莉絲蒂娜費盡心思才得到的證據，一枚沾有血跡的戒指，被藏在別館圖書館裡。艾莉絲蒂娜被關進這裡後，偶然得到了它。她憤怒地摔打枕頭，大喊：“真是氣死我了！明明不是我做的，為什麼沒人相信我？”窗外的園丁壓低聲音說道：“喂，你聽說了嗎？大小姐肯定是下毒了吧？”另一名僕人回應道：“那還用說嗎？除了她還能有誰？”園丁繼續說道：“我也覺得是大小姐做的，但是那些事情真的很奇怪。其實事發當天，我去找過那個新來的園丁，但他當時並不在場。当時赛琳正在溫室裡和人交談，我沒有聽到全部內容，但他清楚地說道，這是我們2個人的秘密。我覺得有些蹊蹺。等他們離開後，我在那裡找到了這個。”艾莉絲蒂娜看着紅寶石戒指，那是……她推開窗戶，大聲說道：“喂，你們2個，立刻把那個東西拿過來！”從驚恐的園丁手中奪走的是一枚誕生石戒指，上面刻着賽琳的名字縮寫。艾莉絲蒂娜曾想用它證明清白，但在那之前她就被謀殺身亡。她握緊拳頭，只要有了這枚戒指，我就一定能洗清冤屈。艾莉絲蒂娜開口問道：“父親賽琳現在怎麼樣了？”卡內爾公爵愣了一下：“什麼？聽說在醫療人員照顧下，他已經康復了很多。”艾莉絲蒂娜垂下眼簾：“那真是太好了，確實讓人鬆了一口氣。這樣我就能詳細審問他了。”卡內爾公爵追問道：“審問？你剛才說什麼？”艾莉絲蒂娜大聲質問道：“大家在沒有調查的情況下就合夥誣陷我嗎？”他舉起戒指，只要稍微挖掘一下，就能發現這樣的證據。卡內爾公爵問道：“這枚戒指有什麼特別的？”艾莉絲蒂娜說道：“這是赛琳公主的東西，是在溫室裡掉落的。難道您不覺得奇怪嗎？在我請求和解的那天，她為什麼不告訴您和我，就私自前往我家的溫室，甚至還帶着這枚沾滿鮮血的戒指？”艾莉絲蒂娜舉起戒指說道：“只要檢查這枚戒指，就能證明我的清白。快點開始吧，我可是資深的推理小說讀者。”周圍一片死寂，卡內爾公爵面無表情地看着，侍從們也紛紛避開視線。艾莉絲蒂娜疑惑：為什麼大家是这種反應？卡內爾公爵轉身離去，回去繼續討論吧。艾莉絲蒂娜急忙喊道：“父親，我說了，我找到了關鍵線索。”茶會開始前，賽琳在溫室裡秘密會面。卡內爾公爵怒喝道：“閉嘴！我以為你安靜了這麼久，至少會有一點悔意，可你竟然再次陷害賽琳小姐。”艾莉絲蒂娜反駁道：“什麼？我根本沒有陷害任何人。”現在回想起來，艾莉絲蒂娜根本就是個慣犯。回憶裡，她指着賽琳喊道：“赛琳小姐推了我，我親眼看到她打碎了東西。”艾莉絲蒂娜哀求道：“父親，我只是想在處刑前說出我的懷疑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樣。”卡內爾公爵揮手打斷：“這已經不值得再聽下去了。”他冷冷地命令道：“衛兵，把他帶回牢房。”艾莉絲蒂娜被女僕攔在房內，對着緊閉的大門喊道：“請聽我說。”沉重的大門被徹底關上，鐵鏈纏繞過門把手，將唯一的出口徹底封死。艾莉絲蒂娜無力地跌坐在地，這不可能發生，她竟然一個字也聽不進去。這樣下去，還沒等我找到真兇，就會被送上斷頭台了。空蕩的房間裡只剩下無奈的嘆息聲。艾莉絲蒂娜坐在窗邊，難道沒有別的辦法了嗎？艾莉絲蒂娜的名聲比想象中還要糟糕，看來無法從公爵家得到任何幫助了。如果有足夠的資金，就能雇人來幫我了。剩下的只有香檳和這件新禮服。真是個可憐的人，直到死亡降臨，他都不知道自己正面臨着什麼，最終緊緊抓着的竟然只有這些東西。艾莉絲蒂娜大聲抗議道：“還沒事，穿新裙子就把我關起來，這太殘酷了。”卡內爾公爵冷冷說道：“那就把他和衣服一起關起來，記得送上最好的香檳，讓他吃飽睡好。”艾莉絲蒂娜舉起酒杯：“我們都落得如此悲慘的下場，雖然只是微薄的安慰，但我請你喝一杯。”他仰頭飲下紅酒。即便如此，這位女士的生活也比我好，就算重生，這也是我的命運嗎？難道沒有誰的弱點可以讓我利用嗎？他看向一旁：“喂，你們這些模特，就算你的主人生活再放蕩，怎麼會一點能用的東西都沒有？快回答我，一定有什麼能改變現狀的東西。”旁邊的女僕們竊竊私語：“他是不是已經喝醉了？大概是因為死期將至，所以瘋了吧？”突然身後傳來清脆的響聲，珠寶盒竟然自行開啟。艾莉絲蒂娜轉過身問道：“發生了什麼？”女僕們驚慌地擺手回應道：“我們發誓不是我們幹的，這個盒子被施了咒語，只有伊莉絲蒂娜本人能打開，為什麼會突然開啟？難道是她的靈魂正在向我尋求幫助嗎？”艾莉絲蒂娜看着眼前的寶箱，裡面或許有線索，但我喝醉了嗎？竟然想不起密碼。女僕在一旁提醒道：“小姐的生日是10月31日。”艾莉絲蒂內在鎖扣上撥動數字1031，竟然和我原本的生日一樣，真是奇怪的巧合。不過這樣就不會忘記了。隨着清脆的響聲，箱子應聲開啟，極光之星由49顆鑽石與珍珠鑲嵌而成，簡直是藝術傑作。艾莉絲蒂娜合上箱子，這種級別的寶物會是絕佳的籌碼，財務危機竟然就這樣解決了。只要能洗清罪名，就能躲過兇手的暗殺，或是斷頭台的審判。麻煩的是，現在沒人願意聽我解釋。難道這世上就沒人在意真相嗎？我需要一個幫手。他不看重我的名聲，也不在乎皇室的牽連，他只追求唯一的真理。神聖審判即將舉行，艾莉絲蒂娜停下動作說道：“啊，我想到了一個人，
愛麗絲蒂娜與那個男人的孽緣始於2年前。皇后坐在高位上說道：“今天召集你們，是有話要告訴2位皇子。”皇子們回應道：“是的，母親，請您吩咐。”皇后閉上雙眼說道：“昨晚祈禱時，我突然得到了啟示，必須用大量的阿瑪蘭絲花裝飾先皇的靈柩，這樣帝國才能迎來和平。”遵照皇後的指示，皇太子與2皇子開始四處尋找那種名為阿瑪蘭絲的花。流言在貴族之間悄然蔓延。有人問道：“你聽說皇太子在尋找永恆花嗎？”據說所謂的啟示只是借口，實際上是為了選拔皇太子妃。愛麗絲蒂娜一直暗戀着皇太子，於是立刻找來永恆花的種子。然而花朵在土壤中迅速枯萎。侍女走上前說道：“小姐，在地面上種植永恆花是不可能的，它們只能在聖域中生長。”愛麗絲蒂娜低聲說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就去聖域把它們摘回来。”侍女焦急地喊道：“小姐，您不能這樣做，這些花是瀕危物種，摘下它們會有大麻煩的。”愛麗絲蒂娜反駁道：“胡說八道！我之前明明看到有人在這裡摘花。”侍女緊緊抱住她，哭喊着回應道：“那是植物學家，請您別再固執了。”愛麗絲蒂娜大聲說道：“我要摘下這朵花，親手把它獻給皇太子。”盧埃琳邁步走近問道：“你覺得你在做什麼？”愛麗絲蒂娜、比安卡、羅森。愛麗絲蒂娜驚愕地抬頭，盧埃琳俯視着她：“我聽聞過你的惡名，但竟敢在聖所覬覦神的財產，你真是瘋了。”聖教軍的首領，帝國唯一的聖靈騎士盧埃琳，這個名字聽起來充滿了慈悲與神聖，但現實中的他率領着成群的聖騎士，他簡直就像是地下世界的首領，冷酷地審判着每一個觸碰他領地的人。卡內爾公爵重錘向桌面，憤怒地吼道：“該死！既然要惹麻煩，至少不該被抓到把柄，偏偏是被盧埃琳抓到。”鬍鬚男在一旁說道：“盧埃琳大人不是連皇帝都無法觸碰嗎？”黑髮男回應道：“憑借公爵地位和驚人財富，確實沒人能對付他。”卡內爾公爵按住額頭，該怎麼辦才好？看來已經沒辦法了，只能動用那個東西了。他遞出卷軸說道：“這是交團承諾給羅森家族的宗教赦免令，希望您能以此忽略這件事。”盧埃琳接過卷軸，看着上面的文字說道：“沒想到你會拿出家傳寶物。”卡內爾公爵回應道：“已經沒有別的辦法了。”盧埃琳看向愛麗絲蒂娜說道：“你有這樣的父親，真是幸運。”他湊近愛麗絲蒂娜耳邊，繼續說道：“希望不會有下一次，因為那時將會舉行神聖審判。神聖審判是受教團指揮的審判，甚至會被判處火刑。權力和人脈在那裡毫無作用。過去的愛麗絲蒂娜一定會想盡辦法避開，但正因為過程足夠公正，才是我現在最需要的。以盧埃琳的性格，他會調查到滿意為止，只要能開啟審判，我就能洗清罪名，躲過處決。”愛麗絲蒂娜握緊拳頭：“好吧，再摘一朵花試試。為了以防萬一，我必須把那個東西準備好。首先得離開這房子，有什麼辦法嗎？”他突然有了主意，對旁邊的女僕說道：“給我拿些紙和筆來。”女僕恭敬地領命而去。愛麗絲蒂娜坐在桌前，握住羽毛筆，在紙上疾書。她看着手中的信紙，寫好了。慶幸這具身體記憶裡的筆記和禮儀還在。她拿起寶石項鏈，接下來她用力一撥，藍色的寶石紛紛散落，掉在桌面上，發出清脆聲響。愛麗絲蒂娜看向遠處的女僕：“喂，你們過來。”女僕們受驚地回應道：“是的。”愛麗絲蒂娜指着桌上的珍珠：“我有件事要你們做，只要自願參加，每個人都能得到1顆。”短髮女僕驚喜地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旁邊的女僕壓低聲音說道：“你這笨蛋，那不可能是真的！你不記得勞拉了嗎？她只是擦了下珠寶就被扇了耳光。”2名女僕立刻擺手說道：“那種東西根本不適合我們，我們絕對沒有貪念。”愛麗絲蒂娜猛地拍向桌面，女僕們尖叫着：“請原諒我們！”愛麗絲蒂娜拿出文件：“我就知道你會是這種反應，所以提前準備了這個。看吧，這是贈送珍珠的正式證明，上面還有羅森家族的印章，非常可靠，對吧？”女僕緊張地問道：“您要讓我們做什麼工作？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說道：“很簡單，把這些東西搬到我指定的地方。”羅森家族辦公室內，卡內爾公爵疑惑地問道：“爱麗絲蒂娜把禮服退回來了？”“不可能，肯定又是誰害怕她的威脅，才發了假報告。”管家搖了搖頭：“我親眼確認過了。”女僕們正把小姐的新裙子全部搬上馬車，馬車在莊園內緩緩行駛，車輪發出沉重的聲響。鬍鬚男站在窗邊，看着遠去的馬車，真是令人難以置信。他從來不會放過任何到手的東西，難道這次真的反省了嗎？卡內爾公爵冷笑一聲：“他肯定又在耍花招。你還不了解我的女兒嗎？永遠不要看她，也不要給她任何關注。”愛麗絲蒂娜躲在被退回的模特中間，離家出走計劃混在退回的模特中逃走。她整理好寬大的帽檐，大功告成。偶爾缺乏信譽，在這種時候反而很有幫助。幸好這裡沒有監視。愛麗絲蒂娜換上便服，對身邊的女僕說道：“做得好，現在帶我去那個地方。”女僕擔憂地問道：“您一個人真的沒問題嗎？深夜的街道上潛伏着可怕的小偷，如果帶着那條項鏈，可能會發生意外。”愛麗絲蒂娜想起原著劇情裡確實出現過怪盜，那是只偷昂貴寶物神秘存在。怪盜在偷竊前總是會先發出預告信，在那之前我必須先把它處理掉。愛麗絲蒂娜收回思緒，向眼前的女僕問道：“我要的東西帶來了嗎？”女僕恭敬地遞上包裹：“是的，按照您的吩咐，確實找到了這個。這是羅森家族的傳家寶，名為天使之衣，只有家族成員才能使用。這件充滿神聖力量的長袍，不僅能隱藏身份，還能抵禦大部分攻擊。卡內爾公爵每次去收拾女兒留下的爛攤子，都會穿上這件斗篷。公爵的生活也挺不容易。”馬夫恭敬地說道：“小姐，我們到了。”愛麗絲蒂娜披着斗篷下車，轉頭吩咐道：“你們在這裡等一下。”
他獨自走向建築，看着進進出出的行人，這是什麼地方？每個人看起來都異常憔悴，真是太可疑了，感覺深究下去會很頭疼，還是裝作沒看見吧。幾分鐘後，艾莉絲蒂娜拿着卷軸走出來，我們走吧。她坐在馬車上，整理着提包，這可是能在審判中救我性命的東西。馬車停在路邊，女僕擔憂地問道：“小姐真的要在這裡下車嗎？”艾莉絲蒂娜走下馬車，是的，你可以走了。她獨自走向遠處的建築，這裡就是聖團總部，堂堂正正地走進去吧，這樣才不容易被發現。她獨自走在深夜的庭院，皮靴踩過石磚路，或許是因為太晚了，這裡又暗又靜，什麼都看不清。遠處傳來金屬碰撞聲，那是鎖鏈掉落的聲音嗎？難道有看門狗？她躲在石柱後觀察，前方站着一個黑影，那是個人嗎？因為斗篷遮擋，看不清他的臉。看那些傷疤，難道是雇傭兵？男人猛地轉過頭，你是誰？為什麼這個時間獨自在聖所附近徘徊？簡直就像是來偷東西的小偷。艾莉絲蒂娜僵在原地，我明明躲得很好，他是怎麼發現我的？如果現在開始慌亂，會顯得更加可疑，必須表現得自信一點。他看向對方反駁道，我只是要去禮拜堂祈禱。男人打量着他回應道，現在可不是晚禱的時間。艾莉絲蒂娜繼續說道，我特意選在安靜的時候，這樣神才能聽清我的聲音。男人的嘴角微揚，真是個不錯的借口，但我先到了這裡，你還是下次再來吧。我的情況也不容易，需要單獨和神談談。艾莉絲蒂娜說道，必須是今天，如你所見，我只是個可憐的女僕。男人回應道，那你一定是在室內舒服的工作，我是個必須忍受風吹雨打的雇傭兵。艾莉絲蒂娜大聲說道，我家快破產了，全家都要被踢到大街上了。男人說道，我這輩子都沒擁有過房子，長成這樣，連個體面的工作都找不到。流浪漢看到我都覺得可憐，甚至會給我錢。艾莉絲蒂娜不甘示弱地喊道，我從沒收到過那種施捨，家裡還有個虛弱多病的父親，正在受苦。男人冷冷地說道，你有父親已經很幸運了，我的父母很久以前就被人謀殺了，怎麼樣，你還覺得自己比我更可憐嗎？艾莉絲蒂娜愣在原地，什麼？這家伙到底是什麼人？男人揮手示意道，沒話說了吧，現在回去。艾莉絲蒂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沒想到我竟然會在比慘大賽裡輸掉，這家伙不好惹，我應該避免和他正面衝突。他轉身說道，行，我走，你滿意了吧？艾莉絲蒂娜躲在草叢後，看来只能用那個方法了，假裝離開，但其實沒走。雖然有點卑微，但為了保命，絕對不能就這樣放棄。他探出頭觀察四周，他現在應該已經走了吧？必須小心別再撞見他。艾莉絲蒂娜彎腰撿起地上閃爍的碎片，是那個雇傭兵掉的嗎？看起來像是從高級雕塑上掉下來的，難怪他拼命想把我趕走，原來他才是那個小偷。這東西看起來很貴重，先收起來吧，以後或許能派上用場。深夜的森林靜謐無聲，艾莉絲蒂娜四處張望，聽說永恆之花的花床就在森林中心。她穿過層層樹影，找到了，眼前是一片盛開的白花，在月光下散發着微光，這就是永恆之花嗎？真是太美了。艾莉絲蒂娜伸手向花叢，我能理解為什麼人們想摘下它们。男人出現在身後說道，我只是以防萬一才來看看。你果然沒讓人失望。艾莉絲蒂娜愣住，他竟然還沒離開嗎？男人拎起艾莉絲蒂娜，多虧了你，我能領到一筆舉報獎金了。艾莉絲蒂娜掙扎着喊道，等一下。男人說道，既然害怕受罰，就不該犯罪。艾莉絲蒂娜急忙回應道，不是那樣的，請等我摘完花再舉報我。男人轉身問道，你是白痴嗎？摘這種花會被判重刑。艾莉絲蒂娜興奮地回應道，那正是我想要的，我想引起教團的憤怒，接受最嚴厲的懲罰。男人扶着面具問道，難道你是變態嗎？只有一種人會渴望懲罰，我必須去叫人過來。艾莉絲蒂娜在後面追趕，等一下，如果你拉響那個，你就會損失1000萬佩拉。男人停下動作，這是什麼邏輯？艾莉絲蒂娜說道，其實我的目標並不是那些瑣碎的花朵，而是接受盧埃林大人的神聖審判。男人愣在原地，什麼？你知道那些審判有多麼嚴酷嗎？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，是的，無論涉及的是誰，他只看重真相，這意味着他站在受害者的一方，我必須見到他，但我只是個卑微的女僕，而他的地位太高了。男人皺眉問道，所以你是為了見到他才故意被逮捕的？艾莉絲蒂娜點頭說道，正是如此，所以你自己算算吧，舉報我的賞金能有多少？男人思索着，大概100萬佩恩吧。艾莉絲蒂娜說道，我手裡有一個全國都會好奇的故事，如果我能安全抵達王宮，而你成為唯一的證人，那個證詞絕對能賣出一筆巨款。男人笑出聲，天哪，真不知道多久沒這樣笑過了。艾莉絲蒂娜愣在原地，剛才那真的是笑聲嗎？男人說道，好吧，我會裝作沒看見，我也很好奇你說的那個故事。他轉身離去，那就祝你的計劃順利，可憐的女僕小姐。艾莉絲蒂娜鬆了一口氣，謝天謝地，還以為還沒開始就要結束了。他伸手摘下一朵白花，現在準備工作完成了。他搖響一旁的鈴鐺，清脆的鈴聲在夜色中回盪，遠處傳來警衛的呵斥聲，誰在那裡？有入侵者。艾莉絲蒂娜露出自信的微笑，那麼演出要開始了。第二天，聖教法庭，圍觀的人群驚嘆道，天哪，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不僅企圖投毒，還擅自採摘神聖植物嗎？聽說賽琳小姐也被傳喚作為證人了，真是厚顏無恥，竟然傳喚那位小姐。卡內爾公爵坐在席位上，我為什麼會在這裡？他看着手中的信件，艾莉絲蒂娜，你到底在打算什麼？神聖審判？那種毫無根據的自信到底是從哪裡來的？艾莉絲蒂娜站在審判席，神色平靜。法警大聲喊道，陪審團入場。
人群中傳來驚呼：“是賽琳小姐！”賽琳緩步走進法庭，眾人紛紛側目。可憐的小姐，她變得好憔悴，她真是太善良了，為什麼要為那種女人特意跑這一趟？賽琳與我這種惡女不同，她是深受大家喜愛且純潔可愛的少女。赛琳雙手合十，我向上帝發誓，會公平地參與投票。艾莉絲蒂娜沉思着，本以為赛琳是主謀，可能不會現身，她是真的天真無邪，還是藏着什麼底牌？等盧埃琳到了，一切就會見分曉。我會按計劃證明我的清白。原本我是這麼打算的。侍從大聲宣布道：“書記主教大人駕到。”盧埃琳披着深色斗篷，大步走進大廳，眾人紛紛行禮，見過主教大人。盧埃琳冷冷回應道：“免了。”他盯着艾莉絲蒂娜，語氣冰冷地說道：“艾莉絲蒂娜，比安卡，羅森，我應該警告過你，再敢這麼做就死定了。”艾莉絲蒂娜看着他，近距離見到本人，真的好恐怖啊！盧埃琳繼續說道：“難道你沒長腦子嗎？”艾莉絲蒂娜感嘆：“真是個惡毒的家伙，說話必須得小心才行。”他微笑着回應：“那您難道沒長眼睛嗎？剩下我正是動了腦子才會出現在這裡的。”他急忙捂住嘴，這句身體的本能習慣竟然讓我脫口而出，真是張笨嘴。盧埃琳坐在高位上說道：“我知道，你只是在拖延時間，好推遲受罰。”艾莉絲蒂娜說道：“完全不是那樣，教皇大人，我有話必須告訴您。”盧埃琳語氣冷淡，反正肯定又是些廢話，直接開始吧。關於這起褻瀆案，我的判決是……艾莉絲蒂娜猛地站起身。什麼？審判才開始3分鐘，你要做出什麼樣的判決？絕對不能讓那種事發生。根據我的經驗，在這種時刻，如果猶豫，那就輸定了。他全速衝上前去，發出尖叫。現在該怎麼辦？秘籍滑跪。周圍的人看着眼前的混亂，一臉驚恐。艾莉絲蒂娜環顧四周，好痛，但看來我成功佔據了主導權。如果沒人願意聽我說話，那就只能讓他們不得不聽。在這個世界，神的話語就是絕對的。盧埃琳是神的代理人，他絕不會忽視啟示。神諭降臨，小羊啊，去調查那枚戒指。艾莉絲蒂娜舉起布袋說道：“我收到了神啟，神還賜予了我這個，請務必調查他。”盧埃琳靠在椅背上問道：“給像你這樣的偽信徒嗎？”艾莉絲蒂娜轉過身說道：“看來仁慈的神向被誣陷的人降下了祝福，請允許我詳細說明。當我獨自被關在家裡，陷入絕望的時候，神降臨在我面前。他向我展示了幻象，告訴我如何證明清白。就在我為了茶會拼命做準備的時候，艾莉絲蒂娜大聲說道：“那是發生在公爵領地溫室裡的事。”卡內爾公爵眉頭緊鎖：“艾莉絲蒂娜，你竟敢隨意借用神的名義？”他搖了搖頭：“等等，也許這並不是謊言。”周圍的貴族夫人們開始交頭接耳：“難道是真的嗎？”艾莉絲蒂娜陷入回憶：“當愚蠢的我無法相信那個事實時，我在幻象中掙扎喊道：那是謊言，這一定是幻覺。神將這個親自交到了我的手中。愚蠢的人啊，只有看到證據才會相信嗎？去詢問這件物品的主人吧。”艾莉絲蒂娜轉過身：“赛琳小姐，我沒看到你每天戴的那枚首飾戒指。”赛琳有些局促地回應道：“我把它放進首飾盒了，為什麼突然問這個？”艾莉絲蒂娜打開布袋，真是奇怪，你留在盒子裡的戒指為什麼會被神收走了呢？赛琳驚恐地捂住嘴巴，臉色瞬間變得慘白。眾人指着戒指說道：“那不是小姐一直戴着的嗎？上面竟然有血！”艾莉絲蒂娜看着眾人的反應，很好，她看向赛琳，繼續說道：“神讓我看到了幻象，您在溫室裡和某人交談，還說這是我們2個人的秘密，這就是我在幻象中聽到的話。”赛琳臉色慘白，下意識捂住嘴巴。盧埃琳看向赛琳問道：“赛琳小姐，艾莉絲蒂娜小姐看到的是真的嗎？”艾莉絲蒂娜露出微笑：“太好了，盧埃琳也開始相信我了。”盧埃琳走向赛琳說道：“没有任何證詞顯示你曾去過羅森公爵府的溫室，更沒提到有人流血，你是故意隱瞞的嗎？”赛琳臉色蒼白地回應道：“那是。”盧埃琳盯着他，說出真相。赛琳眼中含淚。議論聲傳來：“天哪，他為什麼說不出話？難道他真的撒謊了？”艾莉絲蒂娜沉思着，感覺有些奇怪，為什麼他連辯解都不做？這樣下去，局勢對他非常不利。盧埃琳繼續說道：“我有責任驗證神啟的真偽。”他掌心凝聚神聖光芒，對眼前的赛琳施壓：“我以神之名命令你，赛琳小姐，請如實交代那天發生的一切。”赛琳緊閉雙眼。門外突然傳來急促的喊聲：“請等一下！”醫生推開大門，他緊張地說道：“我是赛琳小姐的主治醫生，我會把我知道的全部說出來。在事件發生的那天，我們比預定時間更早抵達公爵嶺，因為我沒有邀請函，在宴會開始前無法入內，所以小姐只能獨自進去。”醫生看向赛琳說道：“小姐，請給他們看看吧，這樣大家才能消除誤會。”赛琳掀起衣袖，露出手臂上的紅腫傷痕。醫生在一旁解釋道：“那是被园艺镰刀劃傷的。”艾莉絲蒂娜伸出手問道：“等等，這和戒指有什麼關係？”醫生神情嚴肅地回應道：“當然有關係，這一切都是因為羅森公爵嶺的雇員。”盧埃琳拖着下巴說道：“因為公爵嶺的雇員，詳細說明一下。”醫生微微低頭回應道：“當時小姐在羅森家一名禮儀女僕的建議下，正在參觀溫室，因為一名新手園丁的失誤，小姐受了傷。”卡內爾公爵按住額頭，憤怒地質問：“哪個混蛋敢傷害公爵嶺的客人？小姐甚至沒接受治療，就去參加茶話會了嗎？”賽琳解釋道：“那個孩子立刻為我做了急救，他們說他有藥。那麼在溫室裡發現的血跡戒指，應該是我在止血時匆忙中掉落的。中毒事件發生後，我發現戒指不見了。”醫生嘆了口氣，但我撒了謊，說我已經收好了，好讓小姐專心康復。盧埃琳問道：“你為什麼要隱瞞？”赛琳顫聲回應道：“我不能說，那個孩子會受到非常可怕的懲罰。”艾莉絲蒂娜問道：“懲罰？”醫生推了推眼鏡說道：“
聽說公爵領懲罰殘酷，哪怕犯了一點小錯，也會被鞭打折磨。卡內爾公爵震驚地問道：“什麼？我只是開除他們。”醫生顫抖着回應道：“您是說砍斷手腕嗎？”卡內爾公爵反駁：“我的意思是解雇他們。”赛琳流着淚說道：“聽說有個叫瑪麗的女僕手腕被砍斷了。”艾莉絲蒂娜憤怒地喊道：“簡直是一派胡言！”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我為什麼要破壞辛苦建立的宅邸名聲？這裡根本沒有叫瑪麗的女僕。”盧埃琳總結：“所以你為了保密而撒謊了。”艾莉絲蒂娜沉默不語。這就是公爵家的真實面貌嗎？看來不只是我的問題。盧埃琳繼續問道：“赛琳小姐，那個男孩是怎麼做急救的？”赛琳回憶着，他在傷口上倒了消毒劑，然後用繃帶包紮起來。盧埃琳追問道：“那條繃帶後來怎麼處理了？”赛琳回答：“我換新繃帶的時候把它燒掉了。”艾莉絲蒂娜疑惑：“為什麼要問繃帶的事？”她恍然大悟：“沒錯，下毒並不只有通過食物，如果使用延遲發作的毒素，就很難追蹤原因，比如某種混合血液後會變成劇毒的物質，就像箭毒木那樣。”卡內爾公爵問道：“你怎麼知道這些事？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只是喜歡讀關於毒藥的書籍。”盧埃琳思索着：“我聽說過類似的毒藥，雖然名字不同，那是遠方部落狩獵時塗在箭頭上的物質。這種物質本身無害，但混入血液就會產生劇毒，一旦中毒會引起麻痹和呼吸困難。”醫生驚呼道：“那正是小姐之前的症狀！天哪，我們被騙子耍了！”艾莉絲蒂娜大聲說道：“看吧，我就說吧，你們知道這感覺有多不公平嗎？”卡內爾公爵命令道：“立刻把那個新手園丁帶到這裡來！”艾莉絲蒂娜急忙喊道：“等一下，通常在這種情況下，背後一定隱藏着真兇。那個引導赛琳小姐去溫室的禮儀女僕同樣非常可疑。”艾莉絲蒂娜看向賽琳問道：“你還記得那個女僕長什麼樣嗎？”赛琳神情慌張地回應道：“她們穿的都一模一樣，我只記得那個消毒液瓶子。”艾莉絲蒂娜靈光一閃：“那就把那個瓶子的樣子給我畫出來。”卡內爾公爵好奇地問道：“你打算用那個瓶子做什麼？”艾莉絲蒂娜自信地回應道：“看着吧，我會用這個合法且乾淨地揪出真兇。”盧埃琳走上前說道：“即便如此，還是請您帶上束縛具。”艾莉絲蒂娜愣住，居然還在把我當成罪犯對待。第二天，羅森公爵領年輕男仆揮動掃帚，該死，這種雜活還要做多久？明明按要求做完了，剩下的工錢卻還沒給。他驚叫着摔倒在地，騎士低頭看向他說道：“哎呀，你摔倒了，我很抱歉。”年輕男仆癱坐在地。溫室裡怎麼突然出現了骑士？難道他們聽到了我的自言自語？艾莉絲蒂娜走上前：“天雷，你應該更小心一點，如果你受傷了，那可真是太糟糕了。”年輕男仆露出驚恐的神色：“艾莉絲蒂娜小姐為什麼會在這裡？她不是應該被聖教團拘留等待受罰嗎？”艾莉絲蒂娜看着他說道：“哎呀，你流血了，應該塗點藥，免得傷口感染。”他拿出一個藍色藥瓶：“正好，我找到了這個。”年輕男仆盯着藥瓶：“那个瓶子為什麼會在他手裡？我明明已經處理掉了。”艾莉絲蒂娜微笑着問道：“為什麼這麼驚訝？”諾亞，邁爾，他搖晃着藥瓶說道：“這是你給賽琳用的藥吧？來吧，讓我為你治療一下。”諾亞驚恐地後退：“我被抓住了！如果是那個惡毒的女人，她真的會砍掉我的手腕，然後掛起來示眾。”他雙腿一軟，癱倒在地上：“請饒了我吧，我只是按吩咐辦事，在溫室裡弄傷小姐的手，並在上面下毒，全都是布里安指使的。”艾莉絲蒂娜鬆了口氣，她竟然全都招了，看來惡女的形象確實挺好用的。她看向前方說道：“父親他就是這麼說的，該如何處理？”華麗的餐桌旁，卡內爾公爵端起茶杯，布里安站在一旁，神情僵硬。卡內爾公爵問道：“他說的都是真的嗎？”布里安慌張地回應道：“我對此一無所知。”諾亞大聲喊道：“什麼？我們今早才在裝卸區見過面，你想一個人脫身嗎？”他掏出金幣：“這是那個女人給我的錢，她承諾處決小姐後會給更多，這裡甚至還有借據。”布里安臉色慘白，渾身不住地顫抖。卡內爾公爵端起茶杯說道：“沒必要再聽下去了，把他們帶走。”布里安絕望地喊道：“我錯了，公爵。”他跪在地上哀求道：“我只是按吩咐辦事，請饒了我吧。”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告訴我幕後主使是誰，這樣你或許能免於死刑。”布里安渾身顫抖地回應道：“下達所有命令的人是……”艾莉絲蒂娜瞪大眼睛聽着，真兇終於要揭曉了，告訴我是誰想殺我？他愣在原地：“什麼？我從未聽過那個名字，那是誰？”審判庭內莊嚴肅穆，盧埃琳坐在高位說道：“審判現在繼續。根據昨天的調查結果，關於投毒未遂案有了新的進展，證據表明艾莉絲蒂娜是被陷害的。”台下響起一陣騷動，盧埃琳神色冷峻，收買莊園員工並策劃毒害賽琳的真兇就是夏洛特。夏洛特臉色慘白，身體止不住的顫抖，他大聲地喊道：“這不可能，這是誣陷！”盧埃琳將證據拍在桌上，冷冷地說道：“證據確鑿，還有3名證人，別再試圖狡辯了。”參與犯罪的禮儀女僕原本就是勒米爾家的僱員，誰能想到堂堂勒米爾騎士家族的女兒不僅勾結他家女僕，甚至還從臭名昭著的藍風車購買了毒藥。夏洛特渾身僵硬，他們怎麼會知道這些？周圍傳來陣陣私語。藍色風車，他怎麼會經常去那種地方？艾莉絲蒂娜看着前方，竟然僅用1個晚上就搜集到了這麼多證據，慶幸自己招募了他，沒想到他能如此完美的將罪魁禍首逼入絕境。盧埃琳冷聲說道：“把他移交給安保部門。”夏洛特拼命掙扎喊道：“放開我！你們竟敢這麼做！”艾莉絲蒂娜抬手說道：“等一下，自從昨天女僕招供後，我整晚都在思考這件事。夏洛特這個名字我完全沒有印象，
愛麗絲蒂娜走向前方，她可能和殺害我的人有關，我必須查清楚她到底对我有什麼怨恨。她停下腳步問道：你為什麼要這麼做？我到底對你做了什麼？夏洛特冷笑一聲，果然你根本不記得了。3年前在公主的生日宴上，你為了搶先入場推倒了我，卻連頭都沒回。你這種惡女憑什麼敢無視我？愛麗絲蒂娜愣住，這個女人在說什麼？賄賂孩子給賽琳下毒，還要把罪名嫁禍給我，僅僅是因為她摔了一跤。當然以前的愛麗絲蒂娜也並不無辜，但真的值得做到這種程度嗎？而且為什麼大家表現得如此理所當然？我真的很討厭這樣。愛麗絲蒂娜用力握緊拳頭，從現在開始，我必須住在這種地方嗎？這裡既恐怖又令人毛骨悚然，但是為了生存，我必須變得更強。他揮手重重扇在夏洛特臉上，如果是針對我的復仇，我或許還能試着理解，但是赛琳做錯了什麼？如果治療再晚一點，他就會沒命了。你竟然為了這種事去殺害完全無關的人，你簡直無藥可救。盧埃琳開口說道。除此之外，還有另一個原因。根據調查，除了那名女僕，勒米爾家還解雇了許多員工，這是因為家族正面臨嚴重的財務危機，他們唯一的希望就是讓女兒成為皇太子妃最有競爭力的候選人。但隨後有消息稱，赛琳已經預定了那個位置，所以他們計劃將這2個人一併除掉。盧埃琳看向夏洛特，既然你如此輕視他人的生命，就該接受相應的懲罰。夏洛特臉色慘白，我不想死，我什麼都願意做，求求你們了。大殿內議論紛紛，真不敢相信，竟然不是那位小姐做的嗎？難道她是清白的？盧埃琳看向前方說道，現在開始最後的宣判，雖然洗清了投毒嫌疑，但擅自奪取聖物是重罪。愛麗絲蒂娜，你無法逃避嚴厲的懲罰。卡內爾公爵急忙說道，我請求辯護權。愛麗絲蒂娜打斷道，父親，如果我真的犯了罪，理應受到懲罰。卡內爾公爵愣在原地，什麼？愛麗絲蒂娜展示出信函，那是因為我並沒有亵瀆神靈。稀有植物學院的委任狀上面赫然寫着，委任愛麗絲蒂娜為名譽院長，負責研究包括永恆花在內的33種濒危物種。當初去採摘永恆花的時候，我曾被人指責。女僕抱住她，大聲說道，那是植物學家。想起女僕說的話後，我去調查了，發現為了研究目的，採集聖教團的花卉是允許的。盧埃琳看着他回應道，嚴格來說，規章確實允許以研究為目的進行例外採集。愛麗絲蒂娜說道，我曾為帝國植物學提供了一點贊助，他們當場就給了我名譽院長的職位，我只是為學者們摘取了一根莖幹，這難道有問題嗎？盧埃琳感嘆，他竟然計劃到了這一步。盧埃琳閉上雙眼說道，既然如此，我承認愛麗絲蒂娜是無罪的。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，感謝您閣下。他抬起手腕問道，那麼現在可以把這個解開了嗎？盧埃琳沉默片刻說道，好吧，我們去禮拜堂。愛麗絲蒂娜看着眼前的儀式，一定要用這種方式解除嗎？盧埃琳回應道，因為束縛太強，必須直接注入神力。愛麗絲蒂娜點頭說道，那麼開始吧。她注視着盧埃琳，看着他現在的樣子，確實是神的代理人。他的胸口有傷疤，如果是代理人身上的傷疤，難道是聖痕？聖痕不是不能示人的秘密嗎？為什麼我能看到？剛才明明還沒有，而且位置和形狀很眼熟，和那個雇傭兵胸口的傷疤簡直一模一樣。難道那個雇傭兵也是神的代理人嗎？我真是瘋了，竟然會這麼想。不會吧，那個雇傭兵盧埃琳？愛麗絲蒂娜僵在原地，那個雇傭兵竟然真的是盧埃琳嗎？原來我的偽裝從一開始就毫無意義，他能通過神聖力量洞察一切偽裝。愛麗絲蒂娜抱頭抓狂，偏偏是被盧埃琳發現，真是太丟臉了。而且他那副表情到底是什麼意思？盧埃琳只要一句話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，他卻特意偽裝成這樣潛伏在暗處，肯定沒安好心。如果被他發現我知道了他的秘密，我不只知道了絕對不該知道的事，還看到了從未見過的景象。為什麼是現在？簡直就像是他故意展示給我看的一樣。難道他是故意的？如果是原本的愛麗絲蒂娜，肯定會大鬧一場吧。愛麗絲蒂娜一開視線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我什麼都沒看見，請放我走吧。手銬咔嗒一聲解開，愛麗絲蒂娜掙脫開來，連連後退說道，所以就這樣吧，我們沒理由再見面了，那麼失陪了。她轉身準備逃跑，盧埃琳在身後說道，等等。愛麗絲蒂娜停下腳步，又怎麼了？她回頭露出僵硬的微笑，你還有什麼想說的嗎？盧埃琳邁步向前，這不是你第一次見到神聖力量，但你剛才看起來很動搖，我很好奇你是不是看到了別的。她俯身靠近愛麗絲蒂娜，為什麼不說話？愛麗絲蒂娜沉思着，她察覺到了嗎？還是在試探我？不管了，豁出去了。她指着盧埃琳胸前的飾品，大聲質問，這顆紫水晶是假的吧？盧埃琳愣在原地，你說什麼？愛麗絲蒂娜說道，近看質量真的很差，沒想到您會帶假貨，財政狀況已經這麼糟了嗎？放心吧，我絕不會告訴別人的。盧埃琳輕笑一聲，您真的認為我会上這種？大門被推開，卡內爾公爵站在門口，抱歉打擾了，祭司說我可以進來。盧埃琳看向公爵說道，沒關係，我們剛好談完了。愛麗絲蒂娜感嘆，公爵來的正是時候。他行禮說道，那麼我先告辭了。盧埃琳微微欠身說道，我很享受這次談話，小姐的眼光如此敏銳，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，我們很快會再見的。愛麗絲蒂娜急忙離去，她還是在懷疑我嗎？到底想做什麼？竟然如此不依不饒。她與公爵並進走下台階，難道是謀殺？神職人員的兩面性，他甚至可能是來殺我的。愛麗絲蒂娜看向公爵問道，父親，神的代理人可以殺人嗎？卡內爾公爵問道，你的下一個目標是褻瀆神靈嗎？
如果是只執行死刑，那並不會影響神聖力量。看在上帝的份上，別在公開場合說這種話。愛麗絲蒂娜捂住嘴，所以盧埃琳不是兇手嗎？如果他在案發當天喬裝徘徊，那麼愛麗絲蒂娜遇襲時他的不在場證明依然不明朗。考慮到他那強大的神聖力量，絕不能排除這種可能性。一旁的人群舉着牌子吶喊：處決傷害花朵的惡女，在精靈教會接受祝福吧。愛麗絲蒂娜看着這一幕，連邪教徒都來湊熱鬧了，還是避開他們比較好。他看向一旁，那是賽琳嗎？他叫住公爵說道：父親請等一下。卡內爾公爵回過頭問道：又怎麼了？難道你想和我共乘馬車？雖然我並不想，但如果你堅持的話。愛麗絲蒂娜連忙擺手說道：我是讓你先走，我一點都不想和你同車，請放心吧。卡內爾公爵轉身離去，別惹麻煩，快回主宅去。愛麗絲蒂娜疑惑，為什麼他又心情不好了？愛麗絲蒂娜走上前問道：赛琳，你是在等我嗎？赛琳回應道：愛麗絲蒂娜小姐，我有事想問你。愛麗絲蒂娜問道：什麼事？赛琳低頭問道：關於那場和解茶會，你是真心的嗎？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我是認真的，雖然我知道這很難讓人相信。赛琳鬆了一口氣，我知道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他拿出一封信函，虽然有點晚，但我想送你一份茶会的回礼。爱麗絲蒂娜接過信函，這是？赛琳說道：這是我經營的茶沙龍邀請函。愛麗絲蒂娜一臉驚訝，您進沙龍的邀請函？聽說這可是花重金也買不到的。她微笑着回應：謝謝你，我一定會去拜訪的，只要解開主角的誤會，果然會有好事發生。賽琳揮手告別，期待您的光臨，下次見。愛麗絲蒂娜小姐。羅森公爵領主樓內，管家走進房間問道：您找我媽小姐？愛麗絲蒂娜坐在桌前回應道：是的，我想知道那些罪犯怎麼樣了。夏洛特不是一個人行動的吧？管家回應道：是的，他的父母也參與其中。由於此事波及皇室，他們無法逃脫處刑。愛麗絲蒂娜問道：那其他從犯呢？管家繼續說道：園丁在逃跑時墜樓身亡，侍女則服下了作案用的毒藥自盡了。愛麗絲蒂娜看着窗外，我明白了，雖然結局並不愉快，但至少不會再有隱患。能把案件記錄拿給我嗎？管家微微躬身，遵命小姐。愛麗絲蒂娜翻開記錄，看來除了勒米爾家族，沒有其他人參與其中。那麼那個來殺愛麗絲蒂娜的人究竟是誰？與主樓不同，別管沒有保護屏障，趁我被監禁時下手的人一定知道這個秘密，即便面臨處刑也要趕來，一定有着極深的怨恨，或者必須讓我快點死掉的理由。無論如何，他們還會再來取我性命，在那之前，我必須縮小嫌疑人的範圍。卡內爾公爵坐在書桌前說道：所以事情已經圓滿解決了。如果愛麗絲蒂娜被判有罪，我本打算將一切交給旁系，然後用餘生來贖罪。我曾確信那個女孩就是幕後黑手，難道她終究沒有誤入歧途嗎？即便如此，她依然缺乏領導家族的能力，必須盡快確定繼承人。目前看來，那個孩子是最合適的候選人。雖然只是旁系的一父子，但他確實很有才幹。卡內爾公爵走在走廊，不知不覺竟然走到了愛麗絲蒂娜的房間。他停下腳步，那道光是什麼？推開房門，眼前的景象讓他屏住呼吸。愛麗絲蒂娜靜靜躺在沙發上，四周環繞着半透明的身影。那是祖先的靈魂嗎？卡內爾公爵疑惑，為什麼只出現在繼承人面前的靈魂會出現在愛麗絲蒂娜面前？那些靈魂正對着他點頭，仿佛在為這孩子感到驕傲。是因為我太累產生幻覺了嗎？他眨了眨眼，虛影瞬間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果然是我看錯了。愛麗絲蒂娜蜷縮着身體，好冷。卡內爾公爵走上前，笨丫頭，毯子不就在你旁邊嗎？他突然停下動作。我在想什麼？我剛才竟然想給他蓋毯子，不是給下屬或獵犬，而是給愛麗絲蒂娜。侍從走近問道：公爵，您這麼晚過來，是來看望小姐的嗎？卡內爾公爵慌亂地喊道：我要走了。他快步離開房間，趁現在多睡一會兒吧，反正你很快就會為了進宮的事情大吵大鬧了。窗外傳來清脆鳥鳴，愛麗絲蒂娜睜開雙眼，已經是早上了嗎？什麼時候睡着的？感覺做了一個可怕的夢，夢裡那些人哭喊着讓我不能輕易死去，還要繼續復仇。沒想到在夢裡也要擔心死亡這種事。愛麗絲蒂娜坐起身，無奈地嘆了口氣，我到底為什麼會樹立這麼多敵人？旁邊的女僕驚慌地說道：是我們吵醒您了嗎？萬分抱歉，我們再也不敢多嘴了，請原諒我們吧。愛麗絲蒂娜看着他們，這樣不行，必須先改善和員工的關係。她伸出手示意道：姑娘們冷靜下來，聽我說，我已經深刻反省過了，以後絕對不會再折磨你們。對以前的事我很抱歉。女僕們愣在原地，小姐，她們突然跪倒在地，是我們太愚蠢了，沒能理解您的深意，我們一定又做錯什麼了，真的非常抱歉。愛麗絲蒂娜僵在原地，這發展不太對勁。門外傳來敲門聲，侍從推門說道：打擾了，小姐，公爵大人他請求與您共進下午茶。愛麗絲蒂娜看向对面，突然要一起喝茶。公爵不是討厭和女兒相處嗎？卡內爾公爵放下茶杯，皇太子殿下親自送來了信，希望能借此機會消除皇室與公爵領之間的誤會。愛麗絲蒂娜看着眼前的信，時候到了。昨晚在所有嫌疑人中，我已經篩選出了能夠完成完美犯罪的人，最有可能的候選人是那對兄弟，皇太子和二皇子。根據傳說，開國皇帝迎娶了萬龙之母，誕下了半人半龍的孩子，龍之血脈并未隨時間流逝，而變得稀薄。他隨即出現在皇室後裔中，繼承了金龍力量的皇太子阿爾登西斯，以及繼承了紅龍力量的二皇子齊克倫。愛麗絲蒂娜陷入沉思，既然擁有被稱為超越者的力量，完全可能犯下違背常理的罪行。阿爾登西斯也有充足的動機，我的執着一定給了他巨大壓力，以至於上次見面時，阿爾登西斯冷冷地說道：愛麗絲蒂娜小姐，
如果你繼續這樣下去，我也不會坐視不管。在那次見面後不久，我就遭到了襲擊，也許殺掉我的人就是阿爾登西斯。趁這個機會徹底整理這段關係吧。他看向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父親，請不要擔心，也不要帶我一起走。”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因為你已經對他死心了嗎？”愛麗絲蒂娜驚呼出聲：“您是怎麼知道的？難道您也能感受到我這顆冰冷死寂的心嗎？”卡內爾公爵放下茶杯說道：“你又在用3個月前玩過的那套把戲了。”愛麗絲蒂娜愣住：“什麼？”卡內爾公爵嘆了口氣：“我以為你經歷這次意外能變得成熟一點，結果又在耍小聰明。我可不會連續上當。如果你再用廢話煩擾皇太子，就等着再次被關進別館吧。”愛麗絲蒂娜垂下眼簾，差點忘了，我的信用早已跌入谷底。既然他不相信我的話，那就只能用行動來證明了。宏偉的宮殿在陽光下佇立，侍者高聲宣布道：“卡內爾公爵與愛麗絲蒂娜小姐到。”皇太子阿爾登西斯說道：“我一直在等你们。”公爵與愛麗絲蒂娜行禮說道：“向皇太子殿下問安。”愛麗絲蒂娜的視線掃過阿爾登西斯，這個男人真是耀眼得過頭，讓人感到緊張。阿爾登西斯示意道：“我們坐下談吧。”眾人來到會客室落座。阿爾登西斯繼續說道：“這次皇室差一點就犯下了巨大的錯誤，雖然事情最後平安解決，但如果真相太晚才揭開，後果簡直令人膽寒。我不知道該如何表達歉意。”愛麗絲蒂娜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如此悲傷的表情，他是真心的嗎？記憶中的阿爾登西斯是個對情感生疏的人，如果這是演技，就算他是殺人兇手，恐怕也無人能察覺。卡內爾公爵側過頭問道：“說起來，二皇子殿下還好嗎？”愛麗絲蒂娜疑惑：“他出什麼事了嗎？”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你被關起來的那天，可能還沒聽說，二皇子在黎明時分受傷了，我懷疑他參加了決鬥。”愛麗絲蒂娜陷入沉思，在我被關起來那天的黎明，他開口問道：“他傷得很重嗎？”阿爾登西斯回應道：“幸好盧埃林及時趕到，他已經康復了。”卡內爾公爵點頭說道：“那他參加皇宮宴會應該沒問題了。”阿爾登西斯回應道：“他因為忙於其他事務，這次不會參加。如果您能至少出席一次，那就太好了。”卡內爾公爵回應道：“我還有些事情要處理，但請不要擔心，愛麗絲蒂娜已經反省了行為，即使我不在場，她也不會鬧出亂子。”阿爾登西斯回應道：“明白了，即使真的出現問題，我也已經做好了準備。”愛麗絲蒂娜輕咳一聲：“我無法參加宴會，所以您不必擔心。那天我有別的安排，我要去參加帝國商會會長大會。”阿爾登西斯愣在原地：“為什麼要去那裡？”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看了財務報表，這是個結交大人物並獲得投資的好機會，作為商人不能錯過吧？”阿爾登西斯一臉不可置信地問道：“您是說您讀了財務報表嗎？”愛麗絲蒂娜點頭：“是的，我的財務報告一團糟，我也是公爵的女兒啊。”她看着震驚的兩人：“夠了，就算黑猩猩解開了微積分，他們也不會驚訝成這樣。”愛麗絲蒂娜繼續說道：“通過這次事件，我明白了一些事情。為了不再被誣陷，我需要權力和金錢，但事實是我兩樣都沒有。在這種情況下，我怎麼能去參加宴會？”她雙手交疊：“所以，請原諒我的缺席，殿下。”阿爾登西斯神色猶豫，愛麗絲蒂娜注視着他，他看起來在懷疑是否能夠信任我。我早就料到了，所以提前準備了東西。他拿出一份文件說道：“請看這個，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”阿爾登西斯思索着回答：“這是抽象畫嗎？有什麼東西正毫不猶豫地墜落？”愛麗絲蒂娜大聲說道：“沒錯，那個正在墜落的東西就是我們商會的業績，剩下的資產也被沒收了。”卡內爾公爵扶着額頭回應道：“那可不是什麼值得驕傲的事。高級面料、頂級茶葉和點心，用寶石原料制作的化妝品，甚至還有稀有的書店。就像一旦養大，就能產出一輩子牛奶的奶牛。所謂的搖錢樹業務，風險低且利潤穩定。家族曾把那些珍貴的奶牛全部交給了我，但我卻被其他事情分心，接二連三地毀掉了它們。”愛麗絲蒂娜沉聲說道：“在這種情況下，當我看到關於總會的文章時，眼睛亮了起來。巧合的是，日期與帝國舞會重疊了。商界的大人物們都會去參加帝國舞會吧？那麼，商會會長的總會應該會相對冷清。大家都說日期的選擇是一個錯誤，但對我來說，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。只要不去參加舞會，就能表現出我對皇太子沒有興趣。如果我能簽下一份有用的合同，就能重新獲得家族的信任。怎麼樣，感受到我的誠意了嗎？”卡內爾公爵開口說道：“我覺得還行。”阿爾登西斯回應道：“是的。”他露出燦爛的笑容：“請加油，我很期待。”愛麗絲蒂娜捂住眼睛：“瘋了！等賺了錢，我必須先買副墨鏡，這簡直是視覺污染。”他提起裙擺說道：“我必須去整頓商會了，失禮了。”阿爾登西斯問道：“你要走了嗎？至少讓我送送你。”愛麗絲蒂娜快步走出大門：“不用了，你一定很忙，我自己走。”卡內爾公爵行禮說道：“那我也告辭了。”愛麗絲蒂娜一臉震驚，皇太子竟然能對討厭的人露出那種笑容，他絕对不是個可以輕視的人。卡內爾公爵從懷中取出一個布袋，想起來了，還沒把這個還給你，因為太忙，完全忘記了。愛麗絲蒂娜接過布袋，這是入獄前被沒收的賬目戒指。卡內爾公爵說道：“你應該知道自己身無分文吧？”愛麗絲蒂娜點頭：“當然，我也沒指望能有什麼錢。”卡內爾公爵回頭瞥了一眼，本以為他會開口求助，難道我做得太過火了？我在想什麼？還是不要關注他了。他冷冷地說道：“你能認清自己的地位，真是太好了。”愛麗絲蒂娜看着他離去，好冷。羅森家族商會的管理人員也參加了這次大會，只要我努力工作，消息自然會傳到公爵耳中吧。他看着手上的戒指，要不要先存點錢練習一下？既然已經存儲了生物識別信息，只要觸碰這裡就可以。一道藍色的魔法光陣在面前瞬間展開。
愛麗絲蒂娜愣住，等一下，現在到底有多少個零？1、10、百、千萬、10萬、百萬、千萬、億、10億、10億，這個家族的金錢罐到底是怎麼回事？明明說沒剩下多少錢了，有了這筆巨款，我可不是白手起家，而是帶着金拳頭開始啊！不知為何，信心正在不斷湧現，我要立刻申請參加這次的大會。愛麗絲蒂娜來到辦事處，職員看着文件說道：“小姐，您沒有資格參加大會。”愛麗絲蒂娜愣在原地，你說什麼？職員冷汗直流，非常抱歉，並不是所有商會會長都能參加大會。為了防止小販混進來 ，C 級以下的商會禁止入場。愛麗絲蒂娜回憶着，竟然還有入場資格限制，那兩個人難道是知道我進不去，才故意說沒關係的嗎？愛麗絲蒂娜反駁道：“但我不是小販。”職員無奈地回應道：“您當然不是，但根據規定 ，C 級以下確實無法入場。”愛麗絲蒂娜問道：“那我們的商會是什麼等級？”職員翻看名單說道：“您的黑玫瑰商會，官方排名第94位，屬於 F 級。”愛麗絲蒂娜尷尬地說道：“那下面應該還有6個商會吧？”職員回應道：“總共只有95個商會，排在您下面的只有1個。”愛麗絲蒂娜緊張地問道：“至少我不是最後一名。第95位工會會長是誰？”職員平靜地回應道：“是可可，那是瑪麗安娜伯爵夫人以寵物狗的名字創建的工會，她會投資可可先咬到的那塊餅乾上寫着的公司。”愛麗絲蒂娜癱坐在長椅上，所以我不僅在人類中墊底，在哺乳類中也是最後一名。我真的連議會都進不去嗎？這不可能！原本12鳥的完美計劃，現在卻烏雲密布。他咬緊牙關，我絕不能就這樣放棄，絕不能就這樣退縮，這關係到我的生存。他閉上雙眼，手指按住太陽穴，一定會有辦法的。愛麗絲蒂娜猛地睜開眼，有了！華麗的宴會廳內，貴婦正與紳士們交談。貴婦笑着說道：“所以上次我……”旁邊的紳士愣住，看向前方問道：“那個人是？那是愛麗絲蒂娜小姐嗎？她才剛洗清嫌疑不久，竟然就開始到處露面了。”另一個男人壓低聲音說道：“他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？他有資格進去嗎？絕不可能！一個 F 級的廢物怎麼進去？”愛麗絲蒂娜無視周圍的議論，徑直走向大廳中央，將手放在檢測球上，檢測裝置發出清脆的響聲，身份已確認，您可以進入了。圍觀的人群發出一陣驚呼：“這怎麼可能？他昨天明明還是 F 級，他真的在1天之內連升了3級嗎？”愛麗絲蒂娜走上前，她是 C 級黑玫瑰商會會長愛麗絲蒂娜·比安卡·羅森。貴婦人在遠處大聲喊道：“不可能！排名第94的工會怎麼會有這種驚人的投資？這一定是作弊！”愛麗絲蒂娜停下腳步，作弊！貴婦嚇得縮起脖子，急忙辯解道：“但這是真的。”愛麗絲蒂娜快步走上前，將一份紙條直接甩在貴婦面前。貴婦驚叫着閉上眼，下意識伸手擋在身前。愛麗絲蒂娜問道：“你為什麼不拿一張？”貴婦人接過紙條讀道：“接受工會收購諮詢。”愛麗絲蒂娜點頭回應道：“沒錯，如果這次還是不行，我打算把工會交給值得托付的主人。我已經沒有像樣的商品可以提供，只能把工會本身作為抵押。黑玫瑰商會現在正深陷虧損，但只要穩定下來，它就是一個極佳的投資項目，甚至可以作為羅森的附屬機構上市。真正接觸過金錢的人都會認可它的價值。雖然我並不打算真的賣掉它，只要能得到祝福，其他都不重要吧。”愛麗絲蒂娜開口說道：“請多多關注。”她走進華麗的宴會廳，環顧四周，說是安排在臨時座位，是在那邊嗎？她看向遠處的人群，在那兒人真多。愛麗絲蒂娜走向角落，雖然位置偏僻，但有地方坐就行。趁這個機會，應該多認識些商人，建立人脈才行。這裡倒是挺舒服的，至少旁邊的人沒來煩我。她轉頭看向鄰座，睡熟了？好吧，繼續工作。先看看待會兒要討論哪些商業話題。愛麗絲蒂娜看着手中的情報，到處都在討論那個怪盜，神秘的小偷再次現身了嗎？目標是排名第11工會的金百合，看來他對現金和財寶毫無興趣。幸好這種事沒發生在我的工會，還是說因為根本没人關注我們？身旁傳來輕蔑的詢問：“小姐，您沒去參加舞會嗎？”愛麗絲蒂娜抬起頭，雙馬尾少女掩嘴笑道：“難道您是承認了在賽琳小姐手中慘敗的事實嗎？”愛麗絲蒂娜嘆了口氣，果然如此，她想故意激怒我，好讓我當眾出醜，再把我趕出去。愛麗絲蒂娜伸出手說道：“交出來吧，100萬佩雷斯，我可沒打算事事都如你的願。”雙馬尾少女愣住問道：“什麼？你突然在說什麼？”愛麗絲蒂娜指着桌子說道：“沒看到我寫在前面的字嗎？禁止閒聊，業務諮詢每件100萬。”雙馬尾少女反駁道：“我可沒要求過諮詢。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回應道：“如果是閒聊，我就要以妨礙公務為由叫管家過來了。”雙馬尾少女把錢拍在桌上，100萬佩雷斯，這樣就結清了吧？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非常感謝。”雙馬尾少女帶着同伴離開，我們走。愛麗絲蒂娜數着鈔票，還沒正式開業，就已經賺了100萬佩雷斯。好了，繼續學習吧。她低起頭，桌上的紙條不見了，一旁的男人正拿着那張紙條。愛麗絲蒂娜愣住，他什麼時候醒的？她微笑着說道：“那是我的小冊子，能還給我嗎？”男人沒有回應。愛麗絲蒂娜伸手去搶奪，大聲說道：“把它交出來！”男人側身躲開。愛麗絲蒂娜憤怒地質問：“這是什麼粗魯的行為？”男人掀開兜帽，竟然會從你嘴裡聽到那個詞。愛麗絲蒂娜瞪大眼睛，這個聲音。二皇子齊克倫冷冷地看着她。愛麗絲蒂娜小姐，周圍的人竊竊私語：“二皇子殿下為什麼在這裡？他不是應該在參加皇宮舞會嗎？”一位老婦人走上前說道：“你答應過要多躲一會兒的，不是嗎？”愛麗絲蒂娜站起身：“佩魯維亞夫人，
我在報紙上見過這個名字，他是皇室受人尊敬的人物，一生都在皇宮工坊監督八音盒的制作，供應八音盒30年的工會會長退休了，聽說他要在總會上尋找新的貿易夥伴。年輕官員迎上前問道：“兩位什麼時候到的？”我已經準備好了座位。老婦人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想安靜地觀察一下，所以沒有提前打招呼。”二皇子齊克倫環視四周，除了我姑母的生意，我還為了尋找合夥人來談一項帝國機密項目。比起跳舞，我更想和喜歡金幣的人談談這筆大生意。本以為只要 C 級以上就可以接受，沒想到會在這裡遇到一隻巨大的害蟲。他走進愛麗絲蒂娜，看來我們之中應該有一個人離開，你覺得呢？但我正忙於重要事務，恐怕沒法直接退出。愛麗絲蒂娜咬緊牙關，偏偏遇到了二皇子這個最差勁的死對頭。二皇子湊到耳邊低語：“為了不引起騷亂，你為什麼不主動離開？”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可沒打算鬧事。”二皇子齊克倫冷笑一聲：“你覺得能騙過誰？想想你以前在宴會上引起的那些騷亂吧，每次都要我把你拖出去，現在只要看到你，我就覺得頭痛欲裂。”愛麗絲蒂娜流下一滴冷汗，這是事實，我根本無法反駁。齊克倫看向一旁的官員：“如果在大會開始前出現問題，是由參會者投票決定的吧？”官員點頭回應道：“是的，確實如此。”齊克倫露出冷笑說道：“那就投票驅逐愛麗絲蒂娜吧。”愛麗絲蒂娜震驚地問道：“什麼？你怎麼能這麼做？”他看向官員質問道：“我今天有違反過任何規則嗎？”官員流着冷汗回應道：“沒有，您一直遵守得非常完美。”愛麗絲蒂娜轉頭看向齊克倫：“你聽到了嗎？不要無故濫用你的權利。”齊克倫不以為意地說道：“反正現場遲早會變得吵鬧，不如現在就解決掉。”他猛地拍向桌面說道：“就是現在，快把選票發下去。”愛麗絲蒂娜瞪向官員說道：“如果你敢發出去，我就舉報你。”官員渾身僵硬，目前必須聽從王子的命令，所以齊克倫露出得意的笑容：“聽到了嗎？永別了愛麗絲蒂娜。”另一名職員急忙跑入會場，在官員耳邊低語。官員露出驚訝的神色：“那是真的嗎？”他看向齊克倫說道：“殿下非常抱歉，投票已經無法進行了。”齊克倫震驚地問道：“什麼？為什麼？”官員拿出一份文件，有人向黑玫瑰商會進行了投資，根據規則，擁有活躍投資者的工會不能被驅逐。齊克倫憤怒地質問：“什麼？哪個傻瓜會投資他？”官員回應道：“抱歉，我不能透露匿名投資者的身份。”愛麗絲蒂娜沉思着：“匿名投資者是卡內爾公爵嗎？雖然不知道是誰，但多虧了他們，我才不會被趕出去。”愛麗絲蒂娜看向齊克倫說道：“現在沒問題了吧？我可是為了來這裡，放棄了帝國舞會呢。我要賺錢，如果你能別再煩我，我會很感激的。”佩魯維亞夫人看着愛麗絲蒂娜，真是個犀利的姑娘。相比之下，我們的皇子還真是相當不成熟，怎麼能如此直白地表現憤怒？愛麗絲蒂娜點頭回應：“我正是這個意思。我很喜歡您對八音盒的介紹，這些手工藝品充滿傳統與誠意，比其他工坊的音質更清澈。”佩魯維亞夫人微笑着點頭，雖然利潤不高，但有很多老顧客。愛麗絲蒂娜繼續說道：“這太棒了，我對這種生意很感興趣。”官員走近問道：“如果可以的話，現在能開始組裝指導了嗎？”佩魯維亞夫人回應道：“請開始吧。”官員恭敬地宣布：“大會即將重新開始，會場準備了雞尾酒，各位可以在入場前享用。”齊克倫看向身側說道：“聽起來不錯，我們要不要聊聊？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不可。”齊克倫皺起眉：“我不是在邀請你玩樂，快告訴我，你到底在謀劃什麼？”愛麗絲蒂娜故作驚訝地大聲說道：“天啊，殿下，您是要向我們透露某個頂級商業機密嗎？”齊克倫愣在原地：“什麼？你突然在胡說什麼？”他察覺到周圍的目光，瞬間僵住。一群貴族圍住齊克倫喊道：“殿下，請也告訴我們吧，到底是什麼絕密生意？合作夥伴的選擇標準是什麼？”齊克倫憤怒地咆哮道：“愛麗絲蒂娜，我不會讓你就這麼跑掉的。”愛麗絲蒂娜坐在花園長椅上，她短時間內是脫不開身了，不知道她那副慌張的樣子能不能把事情辦好，真是個急躁的脾氣。不是說她受傷了嗎？難道那是謊話？這麼說來，聽說二皇子齊克倫在那天凌晨受傷了，我懷疑他參加了決鬥，就在我被監禁的那天發生了某種意外。如果那不是簡單的決鬥，而是在和我糾纏時受了傷呢？這確實有可能，畢竟伊麗絲蒂娜和齊克倫一直是宿敵。遠處有人喊道：“愛麗絲蒂娜！”年幼的愛麗絲蒂娜疑惑地問道：“什麼？”齊克倫滿臉通紅，緊張地攥着一朵小花：“你不想當王妃嗎？我會對你很好的。”愛麗絲蒂娜果斷地回應道：“謝謝你，我要和皇太子結婚。”齊克倫滿臉通紅地大喊：“什麼？我也討厭你這種女孩子，我敢打賭，我哥哥也會拒絕你。”愛麗絲蒂娜憤怒地反擊道：“你說完了嗎？”兩人扭打成一團。愛麗絲蒂娜露出陰沉的笑容：“從那以後，我們每次見面都會吵架，不久之前也是這樣。”齊克倫皺起眉頭說道：“我快受夠了，快給我住手！我可不像我哥哥那樣擁有所謂的尊嚴。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回應道：“你是打算殺了我嗎？不如你試一試。”愛麗絲蒂娜癱坐在地上，真是自作自受。她捂住嘴唇，雖然還沒有證據表明齊克倫就是兇手，但為了以防萬一，我還是應該盡可能遠離他。愛麗絲蒂娜快步離開。一個聲音傳來：“商會會長要听好消息嗎？”愛麗絲蒂娜頭也不回，沒興趣。她僵硬地轉過頭，這個聲音是盧埃琳微笑着說道：“找了你很久，愛麗絲蒂娜小姐。”愛麗絲蒂娜強裝鎮定問道：“找我有什麼事？”沒想到這麼快又見面了。盧埃琳走近一步說道：“我很好奇，你是在裝傻，還是真的不知道？男人尋找女人還能有什麼別的理由？是因為我對您很感興趣。”愛麗絲蒂娜愣在原地，
原來你是打算這麼玩嗎？那種魅力對別人或許有用，但對我沒用。看來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暴露了。既然如此，也沒必要再繼續装傻，要直接面对他嗎？他用力握緊提包，還是先拋出诱餌吧。艾莉絲蒂娜從包裡翻找着，如果你对我的商業提案感興趣，这就是我的計劃。他的包裡掉出一個布袋，盧艾琳伸手接住，遞還給他。艾莉絲蒂娜接過布袋，說道：“謝謝你。”盧艾琳看着他問道：“是很貴重的東西嗎？就這樣隨身帶着？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只是在街上撿到的金屬片，看着挺貴重，所以想去鑑定一下。”他沉思着，如果是真貨，他應該會有所反應。盧艾琳淡淡的回應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艾莉絲蒂娜盯着他，他看起來完全没有動搖，是真的不知道，還是在演戲？會場響起廣播，大會即將重新開始，請各位參與者前往大廳。艾莉絲蒂娜鬆了口氣，我該走了。她停下腳步，問道：“你為什麼要跟着我？甚至還特意喬裝打扮？”盧艾琳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我想和小姐再多聊一會兒。”艾莉絲蒂娜皺起眉頭：“我沒什麼好說的了。”盧艾琳說道：“我有，既然都到這裡了，不如放下那些繁瑣的禮節。”艾莉絲蒂娜一臉無奈，她不聽到想聽的話，恐怕是不會離開了。她揮了揮手：“隨你的便吧，請自便。”盧艾琳走近一步說道：“小姐也可以隨時隨地做你想做的事。”艾莉絲蒂娜轉身問道：“所以你想說什麼？”盧艾琳在懷中摸索，看來你最近缺錢，別擔心，儘管去購物吧。她展示出一份文件。艾莉絲蒂娜驚訝地問道：“你是說你投資了我們的商會？神聖代理人參與世俗商業，真的沒問題嗎？”盧艾琳回應道：“只要換個身份就行。”艾莉絲蒂娜嘆了口氣：“你似乎不太擅長投資，我們的公司正處於崩潰邊緣。”盧艾琳說道：“所以我才要為你提供更有價值的情報。你知道二皇子為什麼受傷嗎？”艾莉絲蒂娜瞪大眼睛。盧艾琳繼續說道：“這與一項絕密計劃有關，如果你好奇的話，我可以告訴你，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。”艾莉絲蒂娜問道：“是什麼？”盧艾琳微笑着回應道：“約會。”艾莉絲蒂娜轉身說道：“我突然一點都不好奇了。”盧艾琳繼續說道：“用於控制皇子們詛咒的穩定劑供應出了問題。”艾莉絲蒂娜疑惑地問道：“詛咒？難道是在說平衡詛咒？”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着掌握各種力量的人，為了維持力量的平衡，當超越者留在凡間時，會受到類似詛咒的嚴厲限制。擁有龍之血脈的兩位皇子也不例外，似乎是關於靈魂的不穩定性。艾莉絲蒂娜繼續問道：“齊克倫是因為穩定器受傷的嗎？”盧艾琳回應道：“沒錯，如果你願意，我可以幫你拿到合同，作為回報。你想和我約會嗎？如果覺得要求太過分，我們也可以先隨便聊聊，這難道不是個公平的提議嗎？”艾莉絲蒂娜閉上眼回應道：“聽起來不錯。”盧艾琳露出微笑：“那麼？”艾莉絲蒂娜推開大門，打斷了他的話：“但是遺憾的是，我對那個機密項目一點興趣都沒有。”盧艾琳在身後喊道：“請等一下！”艾莉絲蒂娜停在佩魯維亞夫人面前：“我要申請這個項目。”盧艾琳驚訝地問道：“什麼？”艾莉絲蒂娜思索着：“我對這門生意能了解多少？暫時先順其自然吧。這個八音盒就是我們新的搖錢樹。”佩魯維亞夫人點頭說道：“您做出了明智的選擇。您知道私人投標有多冒險嗎？除非您想討好皇太子，否則這個才是真正的獎品。”A 級商人點頭說道：“沒錯。”S 級商人附和道：“這是任何商人都不能錯過的機會。”佩魯維亞夫人說道：“很高興在這裡見到這麼多理智的人，請往這邊走，換個地方繼續討論吧。”盧艾琳注視着前方，她真是讓人捉摸不透。佩魯維亞夫人向眾人宣布：“明天將通過面試仔細挑選承包商，地點和注意事項都在公告裡，請大家仔細閱讀。”眾人齊聲回應道：“好的，明白了。”S 級商人走進艾莉絲蒂娜：“真沒想到您會對八音盒感興趣，我還以為您會更關注與皇太子有關的生意。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覺得是時候振作起來了。”S 級商人面露一色：“我明白了，但您真的能經營好一家公司嗎？”他看着破舊木車：“你的商會畢竟就是這種現狀。”艾莉絲蒂娜攥緊拳頭，這種委婉的說法比直接羞辱更讓人火大。他低頭說道：“確實，我的商會就像這輛破車，無法正常運轉。”S 級商人故作驚訝地回應道：“哎呀，原來你也知道這件事嗎？”艾莉絲蒂娜伸手抓起一根木棍，猛地揮手劈向破車，碎裂的木塊四散飛濺。艾莉絲蒂娜輕輕拍掉手上的灰塵：“既然如此，除了親自搬動它，你還打算怎麼做？”華麗的馬車在街道上行駛，艾莉絲蒂娜坐在車廂內，拆開手中的信封。這是一份招募公告，工坊正在尋找商會，負責監督整體運營，希望能與具備材料採購能力的機構建立合作關係。明天的會議，請攜帶制作八音盒的楓木與胡桃木樣本，只有同時準備好合同與樣本，才有資格參加面試。馬車停在黑玫瑰商會門前，車夫說道：“小姐，我們到了。”艾莉絲蒂娜推開大門，走進商會大廳。正在打牌的職員抱怨道：“是誰啊？我正要贏了。”他看清來人後驚呼道：“會長小姐！”職員們手忙腳亂的用桌布蓋住撲克牌。戴帽子的職員緊張地問道：“您怎麼突然過來了？”艾莉絲蒂娜冷冷地回應道：“會長巡視自己的商會，有什麼問題嗎？”他猛地掀開桌布，撲克牌與金幣四散而落，其中還混雜着奇怪的藥瓶。戴帽子的職員滿頭大汗，慌忙解釋道：“這是我們業務的一部分。”艾莉絲蒂娜冷冷地打斷道：“省省你的借口吧，你們都被解雇了。”戴帽子的職員驚呼道：“什麼？突然解雇我們？我們要怎麼生活？這太過分了，請您先冷靜一下。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你們一直中飽私囊，還敢說這種話？想見識一下什麼才是真正的過分嗎？首先我要你們百倍償還那些貪污的錢財！”職員們驚恐地喊道：“
非常感謝您的照顧。他們连滾帶爬地逃出了房间。年輕人抱着文件，低頭說道：“我也先告辭了。”艾莉丝蒂娜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：“等一下，你叫什麼名字？”年輕人緊張地回應道：“我叫本傑明·愛德華茲。”艾莉丝蒂娜指着報表問道：“剛才那份業績報告是你寫的嗎？”本傑明低頭回應道：“是的，非常抱歉。”艾莉絲蒂娜說道：“你以後繼續在這裡工作。我剛才看到你一直是一個人在忙。”本傑明急忙擺手說道：“謝謝您的好意，我想趁這個機會。”艾莉絲蒂娜打斷他的話：“我會把那些人的薪水全部加進你的工資裡。”本傑明按住胸口，大聲說道：“我會向工會獻上永恆的忠誠，會長，只要您一句話，我什麼都願意做。”艾莉絲蒂娜看着他，真是個現實的孩子。他指着門外說道：“那就去附近的木材廠，給我帶一份枫木胡桃木的樣品，一定要最高品質的。”本傑明興奮地回應道：“没問題，我會搜遍整個街區的。”他像風一樣衝出大門。艾莉絲蒂娜還沒回過神，本傑明又氣喘吁吁地跑了回來。艾莉絲蒂娜驚訝地問道：“什麼？你這麼快就回來了？”本傑明滿頭大汗地說道：“出大事了！附近所有店裡的枫木胡桃木全都被賣光了，有人掃空了市場上所有的貨。”艾莉絲蒂娜驚訝地問道：“你說什麼？你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調查了這麼多地方嗎？你比我想象中還要能幹。”他繼續問道：“沒有其他地方能弄到嗎？”本傑明回應道：“布隆特街的大木材店可能還有庫存，但店主今天被召進皇宮了，所以店鋪處於歇業狀態。”艾莉絲蒂娜眉頭緊鎖，好不容易才躲開那兩個人，我真的不想去那裡。他看向本傑明問道：“本傑明，你有進入皇宮的許可嗎？”本傑明尷尬地撓頭：“小姐，我只是個平民。”艾莉絲蒂娜垂下眼簾：“我知道了，我會親自去處理。你繼續去別處看看。”本傑明行禮說道：“明白了。”艾莉絲蒂娜望向遠處的皇宮，他看向衛兵問道：“你知道今天進宮的那位木材商在哪嗎？”衛兵回應道：“具體的我不太清楚，不過今天找他的人似乎相當多。”艾莉絲蒂娜在走廊尋找，難道已經有人搶在我前面了嗎？我必須快點才行。這邊也沒有，他到底會在哪裡？他突然停下腳步：“是那個人嗎？”艾莉絲蒂娜揮手喊道：“木材商先生。”珠寶商抱着箱子走近，熱情地打招呼道：“這不是艾莉絲蒂娜小姐嗎？”艾莉絲蒂娜問道：“你見到木材商了嗎？”珠寶商搖了搖頭：“沒見到。不過您是要定制新家具嗎？如果是那樣，要不要用些珠寶來裝飾？”艾莉絲蒂娜轉身離開：“我現在很趕時間，先失陪了。”她嘆了口氣：“我是不是該走另一條路？”阿爾登西斯吩咐道：“告訴他們，明天之前我會回復一切。”艾莉絲蒂娜停下腳步：“阿爾登西斯，我要找的木材商在哪？為什麼皇太子會在這裡？萬一被他誤會我是來見他的，那就糟了，必須避開他，找個地方躲起來。”艾莉絲蒂娜看向一旁的房間，她迅速躲了進去。門外傳來隨從的聲音：“您辛苦了，還要兼顧二皇子的職務。”阿爾登西斯推開門：“辛苦的是你們。”艾莉絲蒂娜躲在暗處，捂住嘴巴。在這麼多房間裡，她為什麼偏偏進了這一間？侍從恭敬地問道：“赛琳小姐送來的花，您打算如何處理？”阿爾登西斯側過頭回應道：“拿去裝飾我的私人大廳，剩下的你們自己分了。”侍從行禮說道：“遵命，我們這就告退。”房間內恢復安靜。阿爾登西斯冷冷地說道：“你現在已經淪落到要偷偷溜進別人的房間了嗎？出來吧，艾莉絲蒂娜小姐。”艾莉絲蒂娜僵在原地，完蛋了。艾莉絲蒂娜緩緩走出門，對上那雙冰冷的藍眼睛：“我不該躲起來的，這只會引起不必要的誤會。剛才真是慌了神。”阿爾登西斯注視着他說道：“看來你變了一點，但還是和以前一樣。”艾莉絲蒂娜深吸一口氣，這種壓力太窒息了。她抬頭回應道：“我沒打算為現狀找借口，但似乎有些誤會。我不是來看殿下的。”阿爾登西斯說道：“夠了，我不想再听同樣的謊言。”盧埃琳突然出現，阿爾登西斯。艾莉絲蒂娜轉頭看向他，那種壓迫感減輕了。盧埃琳說道：“原來艾莉絲蒂娜小姐也在這裡。”艾莉絲蒂娜行禮說道：“見過閣下。”盧埃琳說道：“來得正好，這個人正在找你。”珠寶商突然跑出來喊道：“艾莉絲蒂娜小姐！”艾莉絲蒂娜有些驚訝。珠寶商轉向阿爾登西斯說道：“向皇太子殿下問安。”阿爾登西斯點頭示意：“沒關係，繼續說你剛才的話。”珠寶商繼續說道：“您在找的那位木材商，因為涉嫌行賄，已經被關進監獄了，所以您在這裡才一直找不到他的蹤跡。”阿爾登西斯低聲重複道：“木材商。”艾莉絲蒂娜解釋：“如你所見，我來這裡是為了別的事。現在你相信我了嗎？”阿爾登西斯低下頭回應道：“抱歉，是我誤會了。”艾莉絲蒂娜微笑着說道：“沒關係，既然誤會已經解開，那我就先告辭了。”盧埃琳走上前說道：“我和你一起走，剛好我有話要對你說。”艾莉絲蒂娜勉強維持着笑容：“剛解決一個問題，又來一個麻煩。等等，如果計劃得當，或許能一次性甩掉他們兩個。”他看向盧埃琳說道：“好吧，我接受您的提議。”阿爾登西斯疑惑地問道：“提議？”艾莉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是約會邀請。盧埃琳大人說想和我变得親近。”盧埃琳沉默地聽着。阿爾登西斯扶着額頭，作為一生只能愛一人的神的代理人，不該如此輕率地約人約會。艾莉絲蒂娜故作驚訝：“什麼？那他為什麼還要？”他大聲說道：“別告訴我你騙我，只是為了讓我後悔。”他沉思着，必須確保盧埃琳不再提起那個日期。他不想正式公開和我的關係，所以不會輕易承認吧。盧埃琳嘆了口氣：“哎呀，被發現了。既然計劃已經暴露，很抱歉欺騙了你，我先告辭了。”阿爾登西斯急忙喊道：“盧埃琳，等一下，我母親想聽聽你的意見。”艾莉絲蒂娜摸向腰間：“不見了，那個混蛋騙了我，是剛才撞到時拿走的嗎？”
原來他接近我是為了那個金屬碎片，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東西，我該怎麼辦？但袋子裡的東西已經換了。盧艾琳回到家打開它，才會發現自己被騙了。希望他不要再因為這件事重新找上門來，就算他有所懷疑，也沒法公開和我對峙。畢竟他不能承認是自己偷走了錢袋，障礙已經清除了，該繼續我的工作了。愛麗絲蒂娜看向珠寶商說道：“辛苦了，我很快會再聯繫你的。”木材商偏偏在今晚被囚禁，真是令人不安。但至少說明沒能救出他的不止我一個。爱麗絲蒂娜走向馬車，本傑明從遠處跑來喊道：“主人！”他氣喘吁吁地報告：“我找到了一家有庫存的木材商。”愛麗絲蒂娜問道：“真的嗎？”本傑明面露難色地回應道：“但是有個問題。”愛麗絲蒂娜急忙坐上馬車，在路上告訴我。本傑明鑽進車廂說道：“對方說絕對不會賣出用來制作八音盒的木材，他拒絕將經加工木材用於這種奢侈品。”愛麗絲蒂娜問道：“不能撒謊說是為了別的事情嗎？”本傑明回應道：“已經有商人試過聊，結果被直接趕了出來，連成本都沒收回來。”愛麗絲蒂娜感嘆：“真是個頑固的人。”本傑明問道：“那我們只能去別處看看了吧？”愛麗絲蒂娜看向窗外：“先去那裡看看，至少要嘗試一下。”馬車停在店鋪前，木質招牌上畫着一把巨大的斧頭。木材商怒吼道：“立刻給我滾出去！我沒有木頭賣給你們，這種八音盒瘋子！”愛麗絲蒂娜看着他，這家伙看起來真不講理。本傑明無奈地回應道：“確實如此。”木材商在屋裡亂砸，大聲咒罵道：“那些精靈教會的混蛋已經讓我夠火大了，現在連你們也來湊熱鬧。”愛麗絲蒂娜疑惑地問道：“精靈教會？”本傑明解釋道：“那是一個崇拜植物的偽宗教，他們主張回歸自然，只穿着葉子到處走，而且他们把任何接觸植物的人都當成殺人犯。”愛麗絲蒂娜若有所思：“這麼說來，我在審判時好像見過他們。難怪這裡亂成一團，他們肯定不會放過加工木材的商人，雙方簡直是死對頭。”愛麗絲蒂娜走向桌前說道：“先生。”木材商也不抬地回應道：“都說了沒用，就算給1000萬，我也不賣。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問道：“那如果是1億呢？”木材商和本傑明驚呼道：“1億！”木材商隨即冷哼道：“你以為我會因為這點錢動搖嗎？”愛麗絲蒂娜勾起嘴角：“既然這樣，那就沒辦法了。”她展示手中的文件：“我現在正好想花點錢，不如直接把這筆錢捐給精靈教會吧。”木材商滿臉驚愕地問道：“你要捐1億給那些瘋子？”愛麗絲蒂娜平靜地回應道：“是的，有什麼問題嗎？既然你不肯賣木材，我就想投資點別的。”他抬起手，啟動了捐款魔法陣，現在就捐給精靈教會。大家都不怎麼捐款嗎？這裡竟然只有17佩雷斯，還是我親自來吧。系統發出清脆提示，本傑明驚叫出聲：“大小姐不要啊！”木材商面色漲紅，渾身顫抖。那些該死的家伙憑什麼能得到這麼多錢？精靈教會的信徒會變得更加傲慢。本傑明急忙扶住他：“快簽合同吧，請把大小姐扭曲的消費欲引導到正經生意上吧。”木材商虛弱的回應：“我。”愛麗絲蒂娜露出微笑：“花錢的感覺真好，乾脆捐到10億好了。”木材商驚恐的大喊：“等一下！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問道：“你會簽合同嗎？”第二天，銀鴿宮女官攔住去路說道：“沒有木材樣本，不允許進入。”商人回應道：“那太遺憾了。”會場門口擠滿了人。一名貴族男子說道：“他們不會讓我們進去吧？照這個速度，真的有人能拿到通行證嗎？如果沒人能通過，他們會改變主意的。”愛麗絲蒂娜帶着女僕走向會場入口，周圍的人群開始騷動。那是愛麗絲蒂娜小姐，黑玫瑰商會的會長。沒想到她真的來了。她看邀請函了嗎？誰知道呢？只希望她別在這裡鬧事。女官攔住去路說道：“請出示合同，上面必須標明樣品和買價。”女僕打開手中的盒子，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在這裡。”S 級商人驚訝地問道：“他是怎麼弄到那些的？大概是用錢解決的吧？如果他強行抬高價格，單價核算就無法通過，反正最後會被取消資格。”女官說道：“確認完畢，請進。”S 級商人瞪大眼睛：“他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：“沒有規定說不能在木材上花錢吧？我只是稍微動了點腦筋。”她環顧四周，公爵府沒有派人來嗎？我還想好好展示一下技術呢。她看向花園遠處，那個人是尤尼斯·卡內爾公爵的首席助手。原以為公爵不感興趣，沒想到竟然派出了首席助手。我必須完美的完成這次任務。女官走上前說道：“小姐，您現在可以進去了。”愛麗絲蒂娜走進房間，女官繼續說道：“請在這裡稍等片刻。”愛麗絲蒂娜點頭回應道：“好的。”她嘆了口氣：“我必須拿下這份合同，以此提高我在家族中的地位。”她看向晃動的花瓶：“地震了嗎？”劇烈的震動讓天花板墜下碎屑。愛麗絲蒂娜緊護住懷裡的木盒，這樣下去連面試都參加不了。這可是好不容易才弄到的樣品，絕對不能弄壞。門外傳來女人的驚叫聲：“天哪！”愛麗絲蒂娜愣在原地，這個聲音是佩魯維亞夫人嗎？她抱着木盒衝向大門喊道：“在那別動，我這就過去。我親愛的未來客戶等我。”愛麗絲蒂娜停下腳步，在發光。為什麼突然這樣？她打開原盒，裡面的木材樣本竟然在散發光芒。這個聲音是搖籃曲嗎？綠色的寶石在光芒中閃烁，木頭中竟然開出了寶石。震動停止了嗎？對了，先去找佩魯維亞夫人。她看向遠處的背影，快步走上前問道：“您是佩鲁維亞夫人嗎？有沒有受傷？”木材商轉過身來，愛麗絲蒂娜愣住，老木材商，他為什麼會在這裡？佩魯維亞夫人探出頭說道：“小姐嚇到你了吧？”愛麗絲蒂娜驚訝地喊道：“您是從哪冒出來的？”佩魯維亞夫人扶着臉頰說道：“沒想到你會這樣擔心我，欺騙你，甚至讓我感到愧疚。”愛麗絲蒂娜疑惑地問道：“欺騙我？
佩魯維亞夫人繼續說道：“其實這次測試並不是為了巴音盒，而是為了尋找能處理世界樹搖籃曲的承包商。”愛麗絲蒂娜看着手中的寶石，疑惑地問道：“那是什麼？”木材商轻咳2聲回應道：“我會詳細解釋。你應該知道龍之血脈所攜帶的詛咒吧？初代皇帝為了阻止它，準備了數種對策，其中之一就是世界樹的搖籃曲。你現在手裡拿着的正是那個東西。採集世界樹的搖籃曲只需要精靈的力量，但精靈與巨龍無法直接進行交易，於是人類被當作中介參與其中。然而，當契約者們察覺到其中的價值，便被貪婪所吞噬。他們試圖借此獲取超越者的力量，並篡奪權勢，其結果往往是毀滅性的災難。幸運的是，經過多次嘗試與失敗，我們找到了能勝任這項工作的人。”木材商瞪大雙眼：“你們這群利欲熏心的惡魔！”他伸手指向愛麗絲蒂娜，說的就是你這種人。愛麗絲蒂娜愣在原地，露出驚訝的神色。这算是在誇獎我，還是在侮辱我？佩魯維亞夫人微笑着說道。而且，愛麗絲蒂娜大人曾在決鬥中擊敗了巨靈。愛麗絲蒂娜一臉困惑：“我嗎？但我從未見過巨靈啊！”木材商神色莊重地指着自己：“他就在這裡。”愛麗絲蒂娜徹底無言以對，她驚訝地喊道：“老先生，您竟然就是那位巨靈嗎？”巨靈雙手環抱胸前說道：“真沒想到你會贊助精靈教會。其實我很討厭他們，那些家伙總是在外面冒用我的名號。”愛麗絲蒂娜低下頭，尷尬地回應道：“對不起。”巨靈輕笑幾聲說道：“沒關係，重要的是你通過了測試。你拒絕了與皇室社交的機會，甚至為了他人讓自己身陷險境。你正是我們要找的人才。”愛麗絲蒂娜面露尷尬：“我只是不想失去收入來源。”沉重的房門被推開，齊克倫大步走入房間，問道：“最終候選人已經選出來了嗎？”他停下腳步，看向前方，驚訝地說道：“是誰？”愛麗絲蒂娜。讓愛麗絲蒂娜當契約者，這根本不合理。她從7歲起就每天跟在我哥哥身後。你選了一個動機不純的人。巨靈憤怒地質問：“你是說我的判斷錯了嗎？”齊克倫流汗回應道：“不是的，只是……”巨靈說道：“那或許是以前的事了，但現在不同。他現在只會被金錢驅動。”齊克倫說道：“但他以前也說過這種話。”巨靈回應道：“事到如今，分不清到底是誰更執着了。感情不會永遠持續，追逐了他10多年，得不到回應，自然會感到疲憊。”愛麗絲蒂娜開口說道：“巨靈說的對，我為這段時間的越權以及無禮的行為向您道歉。”他提起裙擺行禮：“我以後會注意的，這種事不會再發生了，請消除這份誤解。我衷心祝願皇太子殿下和賽琳能夠幸福。”阿爾登西斯垂下眼簾，回應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齊克倫驚訝地喊道：“什麼？”阿爾登西斯看着愛麗絲蒂娜說道：“沒能理解您的心意，還如此輕率地懷疑您。您願意原諒我嗎？”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那是當然。”齊克倫按住額頭：“難道他真的對我哥哥沒感覺了？”愛麗絲蒂娜冷冷地說道：“笨蛋！”他看向巨靈：“關於你提到的合同，能被選中是我的榮幸，但我真正想要的是巴音盒業務。”巨靈露出為難的神色。愛麗絲蒂娜解釋道：“佩魯維亞夫人的產品很出色，我一直想代理銷售，而且這項業務很穩定。”佩魯維亞夫人抓住他：“小姐，對不起，我已經決定把巴音盒業務交給照顧我的女僕了。”愛麗絲蒂娜微笑着回應道：“沒關係，我只是想表達我的誠意。很抱歉，我很難繼續進行鎮靜劑生意，希望您能找到比我更合適的承包商。”巨靈的身體猛地一顫，他竟然為了個人利益和安全拒絕了我的決定，真是數百年難得一見的候選人。他急忙按住愛麗絲蒂娜的肩膀：“請再推遲一下決定，這件事還沒有結束。”佩魯維亞夫人附和道：“是的，您甚至還沒聽完條件。”阿爾登西斯拖着齊克倫走出房間。佩魯維亞夫人為茶杯斟滿茶水，原本打算簽完合同再告訴你，世界樹的搖籃曲並不只是簡單的鎮靜劑。愛麗絲蒂娜問道：“那究竟是什麼？”佩魯維亞夫人微笑着回應道：“那是更重要的東西，連皇子們都不知道它的真面目。只要簽下這份合同，您就會在這場交易中佔據優勢。”愛麗絲蒂娜疑惑地問道：“我會嗎？”老婦人低聲說道：“是的，因為那是他們絕對無法離開的東西。換句話說，面對那2個可怕的人時，你將擁有一張無敵王牌。”愛麗絲蒂娜沉思着：“也就是說，只要我簽了契約，就不用再擔心被那2個兄弟殺掉了嗎？”巨靈拿出一份文件，再看看这個，這是世界樹搖籃曲的單價表，它的利潤空間遠高於巴音盒。愛麗絲蒂娜接過文件，讓我看看。她猛地睜大眼睛：“等等，這竟然是單價！”巨靈微笑着說道：“這正是你一直在尋找的，既穩定又獲利的生意。當然，對於像你這樣富有家庭的獨生女，這可能不算什麼。”愛麗絲蒂娜回應道：“我接受，讓我們簽署合同吧。”他走下馬車，同時保證利潤和安全的合同，簡直是中大獎了。這樣一來，應該就能獲得公爵的好感了。他看着門外的公爵，他為什麼站在這裡？難道傳聞已經傳開了嗎？愛麗絲蒂娜走上前，笑着說道：“沒必要搞這麼熱情的歡迎儀式。”卡內爾公爵低聲說道：“愛麗絲蒂娜，你瘋了嗎？”愛麗絲蒂娜愣在原地，難道我又搞砸了什麼嗎？